去吧。指挥官，谁能告诉我，他们从哪弄来的这么多高质量火箭弹？还有这上面印着的 GPT-293是什么意思？可是指挥官 ，GPT-293是龙虾民用低压流体输送民用钢管制作标准。什么意思？民用企业能生产出如此强度的火箭弹材料？以后说话先动动你的那该死土拨鼠脑袋！陆胜伟，我再说最后一遍，你要是敢拿给我的彩礼钱接盘的破工厂，咱俩的事儿可就完了。爸妈留下的抚恤金还剩200万，只要盘活工厂，咱结婚以后日子肯定更好过。我劝你趁早死了那条心。你爸妈的抚恤金是留给我的彩礼，你凭什么拿去救那破厂子？爸妈没得走，我从小就是马叔叔他们带大的，没他们我活不到今天。巨龙钢铁厂必须救。要救那群老东西也行，先拿出100万给我弟弟结婚买房。给你那不学无术的弟弟，不可能。那咱俩的婚事就黄了。黄就黄。这可是你说的，别后悔。欲两人先成家，与贵人先立业。贵人目前没遇到，但素清绝不是我的良人。马叔，你和上面说说吧，我愿意出200万接手钢厂。这是你和小青商量的结果？算是吧，我明天带钱过去。先别急，你真要接手钢厂，我和上面再要点政策。辛苦您了，马叔。陆董事，快来！巨龙钢铁的字号保住了，上面一听是子弟接手，厂房折价处理给咱们，地皮无偿赠送，还有那200万国有企业股权转让资金，咱们也可以缓交。这行吗？放心，上面知道咱厂情况，不会逼得太紧。马叔，现在厂子是咱们的，你对今后发展有什么想法？这个先不提，明天你和我先去把法人变更办了。好，办好了，你看。自己重活一世，年幼没能救得了父母，但至少要拯救他们曾热爱的钢厂吧。陆董，你慢慢看，我们未来可期呀。马叔，从今天起，咱们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我来当董事长，你来做厂长。巨龙钢铁不能死在咱爷俩手里。爹，发现宿主名下拥有钢铁厂，大国重工系统已激活，初次激活系统奖励新手大礼包1份。什么玩意儿？都22年，系统你怎么才来？你知道我这些年过得多苦吗？宿主可使用资金在系统商城兑换各类工业产品、图纸、制造装备。系统商城？我的乖乖，人造太阳技术、超高载荷可回收氢能火箭，这可都是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不过最便宜的也要10亿龙虾币解锁，先开大礼包吧。恭喜宿主获得超级钢索制造工艺图。超级钢索密度高，延展性极强，这能干什么用？陆董，你在干嘛呢？马叔，密度高、延展性还不错的钢索能干什么用？重型卡车牵引能用得到，但就算咱们生产出来，也卖不出几根。什么意思啊？卡车牵引钢索市场早饱和了，光咱秦川市都好几家钢厂生产呢。唉，就这也配成系统大礼包？玩呢？罢了罢了，有总比没有强。马叔，明天你先考察一批新设备，咱厂不能一直息工下去，得让大家动起来。你想好做什么了？我手上恰好有份超级钢索工艺制造图，先从这儿开始吧。全国范围内寻找合作伙伴。行，我来联系。怎么了，马叔？有什么好消息啊？咱们钢索有路子了，
10万鹰将币一根钢索，不是龙虾币，是鹰将币啊！鹰将币，那还挺不错。洛克东德装备制造佛州公司，好，合作。我们的无缝钢管一根100鹰将币也能远销海外，这不，沙漠骆驼的公司又追加采购2000根，还是要多条腿走路。我说的无人机项目，马叔你好好考察考察。已经派人去了。现在市面上的无人机质量参差不齐，肯定有搞头。但咱是钢厂出身，没什么技术积累，要从头来。技术方面，马叔你不用担心，只考虑市场需求。有系统支持，只要钱管够，什么技术那么难？我明天带人做市场调研。另外，沙漠骆驼公司那边还想定制一批储气钢瓶。沙漠骆驼地区似乎不缺天然气吧？我也搞不懂，但他们开价挺高，单个钢瓶600鹰将币，第一批要8000个。480万鹰将币，攒1个季度的生产目标可以，不过还是要先付定金。昨天您不在，对方已经把定金打过来了。董事，告诉全厂工友，倒排工期，加班费翻倍。好嘞，我这就去。跟着陆总干好呀，这月工资又翻倍了。听说这次生产的可是沙漠骆驼用煤气罐，单价600鹰将币，也就是4200龙虾币。狗大户真的毫无人性。别废话了，先加班加点，把这破天的富贵接住。加油努力，为了龙虾币。陆董，鹰将要制裁咱厂。啥玩意儿？制裁巨龙钢铁厂？仓库还剩下多少钢瓶没发出去？库存还有4000，生产线上还有2000多。明天务必全部发出去，生产先暂停。我现在就去安排。什么要紧事就不能明天说，非要大半夜打电话？周局，京城那边来信说是咱们市巨龙钢铁厂被鹰将国防部制裁了。那不是老马之前当厂长的单位吗？被鹰将国防部制裁，开什么玩笑？一家鹰将公司查不到详细资料，另一家沙漠骆驼公司倒是能查到情况，不过他们也被鹰将制裁了。看不出什么问题，明天一早带人去查查巨龙钢铁。马叔，相信你也知道情况，国际海运公司不再向我们提供货运服务，仓库还有1000钢瓶没发出去。怪我，要能早一步联系海运公司，剩下的1000钢瓶肯定能发。马叔，要怪是鹰将的责任，欺负咱们龙虾民营企业。董事长，不好了，工商机传来了。你好，例行公事，陆董事长不要紧张。你们钢厂情况我了解，这么大个摊子，靠你和老马撑着很不容易。说实话，我们也是从新闻上得知自己被制裁。马叔和我说过，您当初改制，多谢领导支持，没您支持就没有我们厂子的今天。严重了，还是你们带领的好。关于鹰将国防部制裁你们的事，有什么想说的？咱们厂子的情况你也了解，我们就是造了点钢管和煤气瓶，供应沙漠骆驼地区，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啊？还有点钢索，你要不要看看？钢索就不看了吧。还有老马，我们是来调查你的，你竟然给我们提要求。巨龙钢厂1年可没少给咱秦川地税交钱，这1000多要是运不出去，今年我们要少200多万。200万龙虾币，是200万鹰将币。行吧，陆路运输无非就是些火车皮，我帮你们办。小王啊，调查记录做好了没？给陆董事长和马厂长看看，没问题的话签个字。各班组都给我卖力干，从今天开始大干14天，咱多生产1个就多挣1张$。董事长说了，加班费和生产补贴管够。好，干，加油！继续走金刚战略的大方向肯定没问题，但我之前也说过，要多条腿走路。董事长和我商量过了，我们要逐步淘汰傻大黑粗的产能，向高精尖发展。秦川工业园刚好有一家无人机研发企业要出售，我们合计全资买过来。老马，你和董事长商量，我们几个都是炼钢出身的大老粗。董事长说怎么办都行，哪怕是刀山火海，我赵天牛也绝不皱眉。6000万收购秦川雄鹰无人机公司，现在表决。出发财经消息，巨龙钢铁厂于6月完成对雄鹰无人机的全资收购。老马，你不说就1000来个钢瓶吗？怎么报出来有3000多钢瓶需要运输啊？1000余嘛，我们在仓库找了找，还余了1000多钢瓶，总不能放库房烂掉吧？行吧，我再和上面沟通沟通。整他多2000个钢瓶，秦川年度创汇目标可就完成了。
马叔，你说上头什么意思？让咱减产？我也搞不明白。不过周局长已经答应我们运输需求，第一批1500个钢瓶昨天发往沙漠骆驼地区，第二天1600个钢瓶，我想等2天一并发车。这是好事。咱不就剩下1000多煤气罐吗？怎么突然多出来2000多？巨龙钢铁厂最初改制那几个月，马群林整日失眠。现在好了，厂子活了，胆子也大。过2天，雄鹰无人机公司的研发团队要搬过来。马叔，你先腾个地方出来。东边厂房还闲置着，我先收拾收拾。但咱们以后要真全力搞无人机，必须重建一座研发大楼。我来负责无人机研发。陆董事长挺有想法的，都是瞎搞，还是需要政府大力支持嘛。总局文件你们也看到了，下个月开始限制无缝钢管和钢瓶生产，每月出口海外的不能超过200个。还有，你们厂既然收购了无人机研发企业，也算是高新技术单位，税收方面可以减免。我还可以帮你们申请高新技术补贴，钱不多，但也有500万。还是周局关心我们厂子。不过我们陆董事长说了，咱们秦川和国家都不容易，纳税光荣，税费减免就算了，高新技术补贴我们可以拿。看看人家陆氏围着觉悟，巨龙钢铁厂要是转型失败，我一定要帮他们东山再起。不过话说回来，无人机研发不好搞，企业要有需要，我可以帮你们对接一批搞研发的大学生。这感情好啊！我回头跟董事长说说，就是我们厂子闲置的那批钢索，您联系的企业单位多，能不能帮我们想想销路？你们钢索外销怎么算的？也不太贵，单条10万。10万龙虾币一条钢索，可不便宜呢。不是龙虾币，是10万鹰将币。你们的钢索是金子做的，怎么这么贵啊？当初鹰将公司就是按这个价格采购的。感谢周局，要能谈成，至少给您10%的利润。别，咱们公事公办，你多交点税都成。要能成功处理我们这批钢索，好，我们给市里捐一所养老院，好，再给咱们局里送100面锦旗。好。这人谁呀？看着好年轻啊！小师傅，不是你们董事长召集我们开会吗？怎么没见他人呢？大家好，我是巨龙钢铁厂董事长陆胜维。我简单介绍一下巨龙钢铁厂的转型升级发展，另外问问大家的诉求。董事长，既然你们已经收购了雄鹰无人机，我们以后肯定跟着您干。但这之前，我想问问咱们工厂待遇怎么样？月薪少于8000，我可不干。大家可以问问我们门房的刘大爷，他1个月看大门都不低于8000块。你们新加入巨龙钢厂，先熟悉熟悉环境。过2天咱们召开无人机技术研讨会。要想在无人机市场立足，必须打造拳头产品。只要能找来大牛企业出资，我有信心把无人机产业打造成为巨龙钢铁厂第2大支柱。马叔，咱账上还有多少钱？剩不到5000万资金，你有想法？马叔，在市场上找需求无人机的企业，他们出钱，咱们出技术，合作分摊成本。行，咱仓库那批钢索堆积太久，我已经联系周局长，让他帮忙找销路。能处理就处理，实在不行当粗钢卖。咱们今年的生产任务完成的不错，利税接近300万。周局长想给咱们颁发个内税先进单位。到时候辛苦马叔你跑一趟。这人前显贵的事儿，你董事长不出面怎么行？你也知道我的，怕麻烦，抛头露面的事，您带2位副厂长去做就行。你这孩子，这怎么行呢？马叔，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无人机研发组找我有事，咱们会聊。这孩子，董事长，周局长传来好消息，说有一家搅盆机企业看中了巨龙钢铁生产的钢索，让他们滚！咱们的钢索就是烂仓库，也不会卖给搅盆机公司。不过还是要谢谢人家周局长，他是真心想帮咱们打通销路。对了，还有件事儿，年底表彰颁奖，周局点名让你去，我这老家伙人家看不上。马叔，你再帮我劝劝周局，我是真不想去。全秦川市200多家改制单位
除过政府接手的和巨龙钢铁厂，其他的全解散了。工人下岗失业，工商局和改制负责部门被市长骂得狗血淋头，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拔尖的，还是纯民营企业，我可不想错过宣传的好机会。行吧，你告诉我，如果这样，能不能放开咱们的煤气罐产能限制？你说什么？放开你们的产能限制？不可能！唉，行吧。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即便不行，你们小陆董事长也要出席年底的表彰大会。哎，马叔，立刻联系沙漠骆驼公司，告诉他们我们的产能已经恢复。我这就安排。哈姆阻拦索技术属于蓝星顶尖科技，我想贵国应该知道，我们公司的阻拦索技术全球领先，也希望能与贵国达成合作。据我们所知，银匠从贵公司采购阻拦索的价格是这个数。不，考虑到阻拦索的运输成本，我觉得这个价码才合适。价格很优惠是吗？不过我们还有其他条件，贵国必须放开银匠资金进入限制，还有降低关税。顾先生，请不要激动。不激动，老子已经很克制了。要不是看在你是我邀请来的份上，从你说出让我们降低关税那一刻，老子就……阻拦索的价钱咱们还可以商量，180万怎么样？贵公司没有任何诚意。送客。屋里的龙虾人，你们这辈子也别想研究出高强度阻拦索。我们造航母造哪去，就是为了不让你们再欺负，还想在我们头上拉屎撒尿。总部对你的举动给予肯定，要求阻拦索采购研发部加快研发进程，要钱给钱，要人给人，总之一切开绿灯。1年之内必须搞定高强度阻拦索研制，我们立军力状。外交部门之前不是说过，咱有家民企的钢管和煤气罐被沙漠骆驼游击队改造成火箭炮，告诉这家公司加大力度。至于广域基金号航母那边，让海军的同事再等等吧。马叔，你说这游击队火力怎么一阵一阵的？上个月都穷得揭不开锅了，这个月怎么突然出来这么多重火力？谁知道呢？没准备后有哪个大型军火公司支持。这是月底活动的讲话稿，周局长希望你能脱稿。马叔，咱们的无人机研发最近也有眉目，你帮咱们想想叫什么好？龙鹰、巨龙钢铁、龙鹰无人机，这名字好听响亮。巨龙钢铁厂结束单级发展现状，实现双引擎多模式发展。龙鹰，这名字太好了，董事长没忘记我们的根本。从这个月起，咱们技术团队集体涨薪资，最低薪资7.5万起，大家安心搞研发，技术上你们负责，销量和市场交给我和马厂长。董事长，什么？三厂又被限制产能了？不能啊！之前不是和周局长说好了吗？这消息就是周局半小时前告诉我的。无人机研发成功，眼看就要投产，现在需要大量资金。懂技术的沙漠骆驼公司是可靠的资金来源，突然又限制钢铁厂，这不要我小命吗？领导，这是准备去哪？小陆啊，省里有个会，等我过去开呢。领导，我就是觉得咱秦川营商环境不好，我们巨龙钢铁想整体搬离。这小子摆明了兴师问罪来，哈哈，算是怕了你了。去我办公室说吧。你们的想法我已经转达给上面，上面也很支持，说要先淘汰落后产能。周局，您就给我们交个底吧，以后这钢管生意还能不能干？能干也不能干，上面的态度模棱两可，总体上对你们还是支持的，这点不用怀疑。周局，您坐过过山车吗？我现在心情就像那样起起伏伏。企业的困难我会尽可能想办法解决，但小陆董事长，你也不要动不动说什么搬出秦川啊！无人机研发刚有眉目，接下来组织生产线，没个几千万根本拿不下来。我急等着米下锅，8000万能解决吗？我们可以抵押厂房。没有，1分都没有。你小子把你周叔我当年猪仔，可是一点都不手软。周叔这是哪里的话？漫天要价就得还钱吗？最多担保贷款3000万，多了1毛都没有。3000万太少，加一点6000万吧。4000万，你别太过分啊！到时候还不上钱，我可是要被处分的。周叔，您对我还不放心？一口价5000万，只要我们无人机投产，保证2年内还清贷款。
国内现在可没几个成体量的大型无人机公司，你小子这是在赌。我也想稳扎稳打，奈何搞不懂上头的意思。但我明白上头不会害我们。5000万也行，不过要抵押你们厂地皮和房产。你小子回去准备吧。周叔您放心，我们明年的税金肯定翻倍缴纳。小狐狸，以后啊少来烦我。这可是您说的啊。那明天的表彰大会我可不去喽。不去？你小子试试。无人机生产线的资金已经解决，下个月前就能正式组建生产线。威廉先生，我们又见面了。龙虾无数，沙漠骆驼游击队的火力忽高忽低，还说不是你干的。这次合作没有其他限制条件，以价格说话。我受命与顾先生谈判，自然是带着诚意来。鹰江航空母舰现用阻拦索单条150万鹰江币，如果贵国采购足够多，价格还能再优惠些。这家伙态度180度大转变，里面不会有诈吧？每根100万，是我们最大的诚意。必须采购10根。10根，好大的口气！我们需要商量。好的，顾先生请便。首长，狡猾的鹰江公司开价110万鹰江币，至少要让我们采购10条。没问题，你自行决定。卖给对手阻拦索可以，不过是我们现用质量最差的阻拦索。哎，那个谁，说你呢？嘉宾们快来了，过来帮忙签到啊！我这就成了秦川青年企业家。周爵士打定主意要给我戴高帽。别愣着，一会儿机灵点。好的，领导。你们有谁看到巨龙钢铁的陆董事长了吗？表彰大会马上开始，怎么还不见他都见？穆姐姐，你们台够重视的，把你这金牌大记者派出来了。那你呢？想采访今天的主角陆胜伟，涨涨热度？什么都瞒不过姐姐你。陆胜伟现在是秦川炙手可热的人物，要是能采访到他，我的粉丝量肯定爆炸增长。请我们秦川优秀青年企业家陆先生上台发言，大家掌声欢迎。作为2度被鹰将国防部制裁的企业，我们有信心顶住压力，逆势而上。我们将正式推出巨龙钢铁第1代转型产品——龙鹰无人机，欢迎大家选择我们的无人机产品。好，好。你小子这种场合也不老实，那什么无人机真有搞头啊？您要不信，市交通局可以现采购一批，当空中执法一用。别得寸进尺，上次市自来水的合作都是我拿老脸蹭来的。反正您都蹭过一回了，要不再来次？没大没小的，小心我带人上门稽查。我说老马，你可算来了，你们陆董事长呢？无人机生产线不是马上就要组装了吗？还要忙着盯进度。这样啊，我还说介绍山猫拖拉机厂王总给你们认识。山猫拖拉机厂王自重啊，巨龙钢铁马全林啊，王总咱们俩见过啊？见过。90年代的全国工矿企业表彰大会，对，92年，你那会儿可是全国先进工作者。92年我是去过京城一趟，这不巧了吗？你们哥俩会客室聊聊啊。请。不知道贵董事长有没有兴趣全资接盘山猫拖拉机厂啊？啊？全资接盘？山猫拖拉机厂旗下少说有500工友，500张等着吃饭的嘴。我马全林一时间拿不定主意，要是1800万的项目，我马全林就自己做主了。关键是咱们山猫拖拉机几百号人，600多亩厂区，光是地皮都要10多亿。我知道很难，老哥，你也是咱工矿企业出来的，你忍心看着工友们被迫下岗吗？这能救？你容我想想。王总，这是干什么？有问题咱们一起想办法嘛。你们说您答应？我只答应帮你说说，至于陆董事长能不能同意，我可不打包票。不过你也要和上头沟通一下。巨龙钢铁的情况你知道，
新开了无人机生产线，资金没那么充裕。你听说了没？马厂长，山猫拖拉机工友们的未来就交给你了。老哥，你放心，小陆董事长最听我话，这事包在我身上。穆姐姐，你人脉广，改天能不能单独帮我约一下陆胜伟董事长？你还不死心想约他？这个陆胜伟看起来发言是和和气气，但较真起来连周局长的面子都不给，甚至敢将周局长堵在走廊。姐姐，你就帮帮我嘛！怕了你了，我回头给周局说说，看看哪天做巨龙钢铁专访时把你带上。谢谢穆姐姐。你小子以后放机灵点，还好人家小陆董事长不计较，不然今天非出大事不可。局长教训的是我功课没做好，领导放心，我要是再犯错误，不等您处分我主动辞职。你开我的车送马厂长回去，见到小陆董事长一定要道歉。去巨龙钢铁厂开文件，别把厂长颠秃了。陆胜伟，我知道你在里面，当初分手是要考验我吗？很好，你赢了。这疯婆子谁啊？怎么也没人撵他走？算了，我们从后门进去吧。马厂长，平时酒量不错的，怎么被人灌醉了？谁能想到，堂堂亿万身家的巨龙钢铁董事长居然这么年轻，我还把人家当接待人员使了。陆董事长在吗？我是菊黄良。董事长在办公室，我带您过去。哎，陆董，黄科长来了。你好，坐。黄科长你好。陆董，我也没大您几岁，叫我小黄就好。肯定因为早上签到的事被周局收拾，感谢您专程送马厂长回来。哎，陆董别客气，领导说了，帮助企业解决困难是我们分内事。长，苏秦那小妮子还在堵门呢，让保安赶他走，再不走就报警。陆董，您先忙，我回头再来拜访，帮我送送黄科长。好的。让我来，这疯婆子已经涉嫌影响企业正常经营，我口袋里有执法仪，我能抓他。公共区域禁止大声喧哗。你谁啊？多管闲事！我是陆胜维的女友，你敢动我一个试试？陆董女友，你也不撒泼尿照照，就你这副尊容，陆董能看上你？你说什么？陆胜维，你给我出来！你不出来，还放动疯狗来咬我！董事长，马厂长他们怎么办？派车送回家醒醒酒，喝成这样了，今天也干不了工作。董事长，要不把他们拉开？拉开干什么？苏晴暴力抗法，黄科长可是在秉公办事。门外的女人怎么回事？那女的涉嫌干扰企业正常经营，我要制止她，结果就弄成这样了。不是扭打，而是你执法受阻。她涉嫌袭击公职人员，报给市巡警局，他们会处理的。局长，我这么处理没什么不妥吧？当然不妥了，连一个扰乱企业正常经营的疯婆子都能把你弄成这样，你的执行能力堪忧啊！董事长，账户存款余额已核对完毕。你先去忙调拨资金的事儿，明天再说。这都谁编的？现在记者的素质是真滑坡了，什么人都能当记者。老马，今天怎么大中午就让人抬回来了？别提了，今天着了苏北人的道，喝酒误事啊。误事儿？今天的表彰会不是开得挺好吗？表彰大会是挺好的，但我捅了娄子，酒桌上答应的做不了数。男人一口唾沫一个钉，即便酒桌上说的，也算是答应人家了。死要面子活受罪，要不你和小陆说说？哎，小陆啊，我马叔好点没？好着呢，他这会儿都睡了，有急事儿我给你叫醒。不用，我就问马叔情况，好着就行。小陆是咱自己人，你就实话实说吧。也只能这样了。董事长，这事儿是我越权应下的，您开除我吧，不是合作，而是整体打包卖给咱们。我当时被人家吹捧两句上头了，也没想就答应了。拖拉机厂，咱们收回来能干嘛？搞拖拉机生产吗？要不我还是回绝王自重吧。马叔，咱也不急着拒绝，你先问问王总那边能给什么条件。行。上啥意思？高人心态。我也没弄明白，
找熟人打听了下，人家也没给个准信儿，还要求巨龙钢铁扩大产能，钱由咱们秦川工商出，这事处处透着诡异。局长，上头拨付的500万支持资金已经到位了，行吧？虽然弄不懂上头啥意思，但咱必须不打折扣执行。对了，局长，山猫拖拉机的王总在会客厅等您呢，让他来我办公室谈。昨天酒会上马厂长答应的挺好，可我今天联系态度又冷淡了。光打电话可不行，马全林耳朵软，今天上门拜访，话要这么说。周局，这行吗？你就按我教的说，十有8、9能成。行，我现在就去。别空着手，马全林喜欢喝白的。您放心，等我好消息。来就来嘛，带什么东西？老哥哥，串门走亲访友，带点东西不过分吧？坐下喝茶。咱们合作的事儿，我和陆董事长说了。咱领导啥想法？只要能同意接收山猫拖拉机厂，不管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巨龙钢铁的情况，王总您也了解。对了，在谈合作前，先让我说件好事儿。好事儿？您说。我知道咱厂产能受限，幸叫上头有熟人能说上话，能帮咱厂解除产能限制。你说什么？解除产能限制？没开玩笑吧？这可是大事儿，容我出去打个电话。董事长，王自重果然有本事，上头暂时放开咱2个月产能。走，咱俩去见见王自重。山猫拖拉机王总是吧？久仰大名。为我们的事儿耽误陆董事长宝贵时间了。马厂长和我说了你们的情况，客套话就免了。您的诚意我也感受到了。陆董事长过誉了，我是真心希望带着山猫拖拉机的工友们加入咱们巨龙钢铁。这件事我已经充分授权马厂长，条件你和他谈，别太过分就行。陆董事长放心，我会争取最优厚的改制政策。老马，咱还没过几天好日子呢，你咋就飘了？我怎么就飘了？你就是飘了。说吧，收了王自重多少钱？让你出卖咱们厂核心利益？就是，肯定收苏北小绵羊钱了。收购拖拉机厂是咱们多元化发展的一步，大家别想歪了。还有说我贪污受贿的，王自重现在穷的都要卖裤衩子了。老马，你别打哈哈，别以为董事长年轻不懂这些弯弯道道。我们这些老伙计眼睛还亮着呢，你仗着董事长放权胡作非为。董事长不好了，马厂长被围了。山猫拖拉机厂的人不是，是咱厂的老工人们，非说什么马厂长拿了王自重的好处。过去看看。没有这事儿，一个个的都干什么呢？生产任务完成了吗？董事长，老马厂长不老实，骗您接手拖拉机厂这种烂单位。收购山猫拖拉机厂是我的主意，你们有意见？企业要多元化发展，我在多少场合讲过，你们把我的话记到哪儿去了？说马厂长不老实，不就是在说我董事长不懂事吗？以后再要有人带头闹事，不尊重厂里决策，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大家也是为了厂里好，别愣着了，都散了吧。太不像话了！马叔，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就他们那群老帮菜，我一个手就能对付。今天这出闹的也暴露了咱们一个新问题。啥问题？管理松散？不是接手山猫拖拉机厂后的发展问题。表面上巨龙钢铁规模扩大，但内涵却在下降。赚钱的只有钢管和煤气罐生产业务，无人机研发投入了海量资金，到现在还没能见产出。新接手的山猫拖拉机厂400来号人的生计更是问题。我联系下秦川农科院的专家，看看他们对农用机械有没有什么想法。山猫拖拉机厂月底就要关停了，王自重准备搞什么？苏北小绵羊说他要回老家，可能心灰意冷了吧？回老家？这不是浪费人才吗？山猫拖拉机厂那群工友可不好搞，让他回来带队伍。您的意思是返聘？不是返聘，是正式邀请他加入巨龙钢铁。哎，那老小子犟得很，我不一定能劝动。告诉他山猫拖拉机厂的工人不服管教，我准备开除一批。还是您有高招啊！我一会儿联系他。老王啊，我们董事长珍惜人才，你就答应吧。什么意思啊？邀请我去巨龙钢铁当副厂长？老哥我一把年纪，不像陆董事长那么有歘劲，还是算了吧。算了，那行。前几天山猫拖拉机有几个工友不遵守纪律，董事长说全给开了。哪个单位没刺头啊？教育一下还是好同志嘛。
巨龙钢铁正在高速发展期，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开就开了。老马，你这是在逼我啊！反正你也不是厂长，就这样吧。行，怕了你们了。我同意加入巨龙钢铁，还不行吗？广域计较号航母首次试飞，用了鹰将左蓝索，当天就出了岔子，左蓝索当场断裂。杀千刀的洛克东德公司卖给咱们鹰将的第2代左蓝索不说，还都是残次品。主任，你要不先歇会儿，别累着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这条命算什么？只要能研究出高质量阻拦索，老子愿意接受10年。主任别冲动，咱们不是还有办法没事吗？什么办法？海军总攻都来看过了，总不能让咱们去求鹰将吧？咱们可以向民间游击队征集解决方案。你是说民企？南方重工和江南造船厂研究中心都攻克不了的技术难题，民营企业能行？主任，高手在民间这话你没听过？片面普罗大众还可以，这话你也信？总归是个办法嘛。行吧，要3个月后再没什么进展，我会向上级申请。司马当活马医吧，我看这民营企业能翻出什么水花。大家这段时间的辛苦没有白费，我们的龙鹰无人机已经正式投入生产线。东西我们造出来了，接下来就是销路。大家有什么想法？董事长，小型无人机现在多用于航拍，我可以联系市摄影协会推销。我们家有人在市交通局供职，可以提供给他们一批。油气管道巡查也能用上咱的无人机。我同学在哪儿？大家的想法很好，都可以试。好的，就这样，散会。他们的法子都可以尝试，不过要大销量，还得找些懂技术的。您是说找沙漠骆驼？他们买了咱们那么多钢管，不是用来输水就是输气的，用时间长了肯定得巡查吧。咱的无人机不就用上了？行，我现在就去联系他们。帮我找王自重过来，无人机生产线是没问题了，山猫拖拉机还老大难呢。这事儿还真得让王自重来。陆董，您找我？坐下说话。咱们那2条拖拉机生产线都闲置1个月了，你有什么想法？董事长，冒昧的问一句，咱账上还有多少资金？差不多3000万流动资金。3000万有点少，如果咱们能有2亿资金，可以汰换2条全球最顶尖的拖拉机生产线。老王，你是跟马叔混熟了，也跟着飘了？没有，外头不是都说咱厂有钱吗？外人的话你也信？眼界不要局限于拖拉机，其他农用机械也可以搞搞嘛。您这话倒是点醒了我，不搞拖拉机的话，山猫搞农用车也行。农用车？你是说4轮车冒黑烟的那种？您说的那是3蹦子，我说的是4个轮的，前2后2布局。懂了，你继续说。咱们龙下地广人多，农民更多，要是能造出一款经济皮实的农业车，肯定能赚钱。农用车市场怎么样？农用机车市场目前体量大点的，就昌河、50、路路通什么的，价格也就是3、4万。3、4万，太便宜了。农民没多少钱，能拿出3万买农用车的都是富农。你先考察市场，2个星期后咱们俩合计。农用机车还有什么能比得上山东猫猫农业车更实惠？只要200万楼下币，成就一切梦想。董事长，您哪儿弄来这么厉害的图纸啊？别管图纸哪来的，我就问你，什么时候能够吸收图纸内容，掌握制造工艺？3周，不，最快2周，只要生产线还能用，2周内绝对能出第1批测试汽车。那行，这事儿交给你，资金不够找马叔要。责任重大呀。所有人现在停下手里的活，从现在起放假2天。谁要敢偷偷跑回厂里干活，别怪我翻脸。可是董事长，这图纸马上就被我们吃透了。您怎么？我的话你们也不听？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弄垮了以后还怎么替我干活？董事长说的对，大家今天先休息。还有你老王，照镜子看看你眼中的血丝都成啥了。回去歇3天再来。那老王现在翅膀硬了，都敢和您顶牛。老王叔也是为了单位发展，但太不犀利了。
今天我是来给您汇报无人机销售情况的。生产的第一批半卖半送，还剩下200架。还剩200架？那不等于没卖出去几个吗？研发团队那些小伙倒是挺卖力的，但收获有限。这样下去可不行，上亿资金就打水漂了。我记得周局不是一直想给我弄个人物专访吗？趁这个机会宣传宣传咱们的无人机怎么样？是个路子，可周局长不一定会答应咱们在专访里整活。怕什么？只要他们能来专访，话还不是由我说。我去联系看看。陆胜维居然同意专访了，这里面有猫腻。你要是担心，那就算了吧。怎么能算了呢？记者是咱们派出去的，到时候专访内容想怎么剪就怎么剪。领导高明，别拍马屁，给市电视台打电话，告诉他我花了大代价说服陆胜维接受专访。莫姐姐，你怎么说服陆胜维答应专访的？是人家周局长给面子啊，不然你以为亿万富豪会理咱俩？姐姐，你一会儿采访完给我留5分钟成吗？机会难得，你可别乱来。哎呀，姐姐，你都说一路了，我耳朵都磨出茧子了。龙鹰无人机采用最新技术，续航能力超强。您还有什么想问的吗？几乎都让你说完了。感谢陆董事长接受专访。陆董事长，如果可以的话，白记者想单独采访您。单独采访？什么意思？陆董事长，求您了。可以，什么时候开始？我需要准备什么吗？真的，陆董事长，您不用特意准备，我问你答就行，简单吧？可以。家人们，小营开播啦！看看今天我请到了谁？大家好，我是巨龙钢铁陆胜维，龙鹰无人机全球代言人。陆董事长第一次进直播间，你们收敛点。间接的小营非正式访谈开始。第一个问题，陆董事长今年多大了？陆董事长今年多大了？今年多大？这算什么问题啊？小营动机不纯，问这问题怕不是要给自己招上门女婿？刚25岁。他比我还小1岁。方便问一下，陆董事长，您有女朋友吗？巨龙钢铁正在发展，没时间找。陆董事长平时喜欢什么？喜欢什么？这个问题比较宽泛，不好回答。体育运动方面？运动几乎没有，厂子工作比较忙，没什么时间运动。那兴趣爱好呢？看书、看电影？没那个闲工夫，看得多的是《龙夏当代工业杂志》。龙夏当代工业杂志，这是什么鬼啊？第4个问题，新年即将来临，陆董有什么心愿吗？要说心愿的话，当然是龙鹰无人机大卖，巨龙钢铁的工友们生活得越来越好。怎么吵起来了？大家别吵，有什么想问陆董事长的吗？这直播间被封了。感谢陆董事长接受专访，今天先到这儿吧。你们也辛苦了，这2台无人机送你们。这东西太贵重了，我们不能收。这算什么贵重？成本也没多少。没多少成本，您往外卖3000。最初定价998，但局里说定价太低，有扰乱市场嫌疑，3000是最低价了。那我们就收下了，感谢。周局，采访视频出了吗？小木还没给我呢，你着急什么？周局，我们无人机卖不出去，现在都火烧屁股了。行吧，晚点发你。董事长，您找我？今晚加班加点把视频剪出来，明天一早放官网上，让所有人转发这视频，扩大龙鹰无人机的影响力。好的，董事长。新媒体时代，视频传播的威力极大，希望龙鹰无人机能乘着这股东风扶摇直上。这次靠我赚个他盆满钵满，上传。董事长，要不暂时息工吧，就当给龙鹰无人机团队放个假。不行，他们好不容易做出成绩，现在息工会严重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可是龙鹰无人机也没卖出去几台，咱们的资金负担不了那么多人。老王那边的进展呢？刚试透农业车设计图，准备下一个月试产一批，也是一笔不小的花销。董事长，你快上网看看吧，咱们官网被挤瘫痪了。有访客下单买咱们的无人机吗？这么火爆？不是，是大量访客留言攻击咱们巨龙钢铁。你说什么？访客攻击咱们？全国各地的 IP， 感觉不像是有组织的攻击行为。
马叔，联系一下市局，问问情况。老马，你们陆董那个前女友什么来头？快找个人治治他吧。他怎么了？你们还不知道？苏秦四处发视频，控诉陆董事长喜新厌旧，又说什么巨龙钢铁侵吞国有资产，搞得上头现在都要来查我。周局，我们也不了解情况。市里在我们这儿调查情况，黄科长已经被暂停工作了。这事儿和黄科长还有关系？先不说了，你们自己上网看吧。怎么了，陆董？啊！别愣着了，快把王泽撞下来，送马叔去医院。情况大家想必都知道了，有人要抹黑咱们巨龙钢铁，要我知道是谁搞事情，非整死他不可。这背后肯定有人在推。苏晴的粉丝量3天涨了10多万。大家有关系的找关系，没关系的发视频澄清。我们正处于风口浪尖，处理不好的话，光是舆论压力都会碾碎我们。董事长，我好几个朋友都是搞 MCN 的，认识不少大 V， 看看能不能帮咱们说说话。我家里也有关系，现在就可以疏通。我也会联系苏晴，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周恩，我们接到群众举报，你身为工商局长涉嫌受贿倒卖资产，轻者自轻，我愿意接受调查。黄良，你涉嫌殴打维权群众，跟我们走一趟。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突然这样？巡视组领导，我以人格保证，巨龙钢铁处置过程中符合龙虾法规，不存在任何利益纠纷。调查讲究证据，如果你是清白的，我们不会冤枉你。王叔，马叔情况怎么样了？心率过速，医生说是太激动了，输了液体，现在好点了。厂子现在没什么问题，就是舆论热度压不住，周局长电话也打不通。我听人说，周局长和黄科长被带走调查了。什么？他们被带走了？买卖不成仁义在，但现在你要巨龙钢铁死，我岂能让你独活？陆大董事长，怎么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了？苏晴，你在背后搞什么鬼？一个女孩子维权而已，我能搞什么鬼？你到底想干什么？想知道吗？今晚8点，晴川洲际酒店。莫姐姐，快帮我想想办法吧！我现在也是自身难保，市电视台责令我停职反省。啊，这么严重？陆董事长他们真有问题啊？有没有问题不知道，但现在的舆论一边倒，陆胜伟但凡有一丁点污点，都会被无限放大。那我们能帮着做点什么吗？巨龙钢铁放出了澄清视频，你帮着转发转发。我试试，这2天黑粉的人数明显增加，我发3个视频就有2个被举报下架。邪不压正，我相信陆胜伟没问题。我也相信莫姐姐的眼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到底想干什么？前女友约你开房，还能干什么？进来说吧。陆胜伟，我是真没想到，不到2年你竟能把当初快破产的钢铁厂盘活。我承认是我小看了你。你的美人计对我没用。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咱俩虽然没成，但你也不至于这么绝情。当初要不是你执意要用抚恤金盘活钢铁厂，咱们也不至于闹到今天这一步。你说出幕后主使，撤销对工商局的控告，2000万就是你的。要放在以前，别说给我2000万，就是200万我也就妥协了。可现在你身家过亿才给我2000万，打发要饭的呢。3000万，这是我所有的现金，但你必须说出幕后主使。我只是一个讨要青春损失费的可怜姑娘，哪有什么幕后主使？5000万，我出5000万。如果你还不同意，我转身就走。5000万，我们全家10辈子也赚不了5000万。5000万算我的青春损失费，是你该给我的。机会给过你，可惜你不要。你等等，现在想说了，晚了。是绿井的刘总让我污蔑你的。绿井刘总，我怎么没听过这号人？他是干什么的？房地产开发商。
他看中了巨龙钢铁的地皮，想拿来搞开发。我弟弟欠了高利贷，刘总出面帮我摆平的，还给了我20万。绿景之地是吧？我知道了。我卡号你还知道吧？什么时候转5000万给我？最初答应给你5000万，可你不是没同意吗？陆善伟，你混蛋！证据到手，也弄清了幕后黑手，我不会给苏晴一个子儿。我的钱留着给工友弄红烧肉不香吗？给你个绿茶，我呸！陆善伟，你个小人，我要让你身败名裂，我要告你强奸！王叔，马叔情况怎么样？好消息，我已经拿到证据了。小陆，你说什么？是绿景之地的刘总在背后搞鬼。刘总？刘九剑说什么要3亿拿下咱们厂地皮搞房地产开发，我死活没同意。当时周文还是工商局改制处处长，当初咱们巨龙钢铁改制，这狗东西第一个来找的我。马叔，现在弄清是谁在背后捣鬼，你也不用着急上火了。敢阴咱们，我明天早上来厂里，咱们好好合计合计。喂，陆董。白小姐，看看你邮箱，我发了点你感兴趣的视频。我感兴趣的视频？什么意思啊？你看看就知道了。我的妈，这啥？白花花的大长腿，若隐若现的黑丝。我操，陆董事长原来喜欢这调调，可发给我是啥意思？难不成陆董事长想让我……感情视频里面都是陆董事长戳穿宋小伟这的证据。陆董好助攻，进击的小云要翻身了。这女人啊，拿了我的钱，转头就把我卖了。董事长，我们现在怎么办？给龟田社长打电话，这主意可是他给咱们出的，要死大家一起死。龟田社长的电话昨晚就打不通了。你说什么？董事长，要不咱们跑路吧？跑你个头！这么多资产放着，怎么跑？龟田社长，总算是联系上你了。刘总，不要慌。我能不慌吗？我上四处对我们口诛笔伐。放心，你的事情由我们来解决。龟田次郎已经暗中雇佣2万水军，准备反转舆论。您需要我怎么做？沉默即可，3天就能压制热度，将巨龙钢铁打入深渊。我们已往你私人账户转了2000万。真的？龟田社长破费了。穆姐姐，怎么舆论风向突然反转了？舆论阵地你不占领，敌人就会占领。收拾好心情，全力应战。我们的对手不简单。小林，你的事我们都听说了，就说怎么做吧。好，帮我发视频就行。就是陆胜为揭露绿茶的那几段。绿景背后的金主找过我们，每人50万运营费，要求污蔑你和木姑禅。真的？什么时候的事？秦川搞自媒体的几乎都接到，反正我拒绝了。多谢多谢，改天请你们吃饭。不过你也要小心，不是所有人都能坚守底线。马叔，这事儿有意思了。怎么讲？我怀疑绿景之地是黑手套，背后肯定还有人。咱们律师已经准备好法律文件，明天正式起诉苏晴与绿景之地。这行吗？舆论场上我们没有优势，只能寄希望于法院审判。也只能这样。我一会儿和老王叔盯着。周文局长，都到审查局了，你就老实交代吧。交代什么？交代我殚精竭虑帮助秦川企业发展，交代我为了引进项目整夜睡不着觉。周文，你老实点儿，进了审查局还生气什么？别生气嘛，我怎么说也是一局之长，你问我答就是了。你是怎么伙同陆胜为侵吞贱卖国有资产的？我没有，当时巨龙钢铁负债几千万，陆胜为接手后半年扭亏为盈。这么说你还是救活国营厂子的功臣？可以这么说，但我这人低调，向来不喜欢鞠躬。
为什么突然授意采购巨龙钢铁的钢管？你拿了多少好处费？巨龙钢铁的钢管质优价廉，我当然采购他们的。你撒谎！巨龙钢铁的钢管可不便宜。我乐意，不行吗？周局长，您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外面舆论已经把陆胜为锤翻了，只需您证明当初程序非法，评估值过低，咱这事就了了。您堂堂局长，何苦受这窝囊？要我答应也行，容我打个电话。电话你随便打，但我们需要在旁边听着。随你们怎么听，可我也要把话说清楚了。这通电话你们听了，以后可就没有回头路了。您请。静静，儿子这2天乖着吗？啊，周局长，你觉得这样玩很有趣吗？我只是不想你们也卷入麻烦事。卷入麻烦事的人该是你才对，对抗审查与你没什么好处。对抗谈不上，你们最多滞留我48小时。你不说没关系，我相信黄科长会珍惜这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你们说黄良，撬开他的嘴比登天还难。绿景之地是实名举报，难不成这里面还有猫腻？感觉不像，刘九剑可是拍着胸脯担保的。事到如今，只能扩大审查范围。我不相信周围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就是你们2天的审查结果。周文是一个字都没说。对不起，局长，我这几天加强审问。周文平日挺机灵的呀，怎么关键时刻不接电话？处长，要不然我亲自跑秦川一趟。别这么折腾，秦川那家公司咱们也知道，你去给巨龙钢铁厂打个电话。这里面有古怪，快给我查查秦川那边发生了什么。昨天，秦川工商局周文局长因涉嫌巨龙钢铁改制过程中贱卖国有资产被带走调查。巨龙钢铁法人陆胜维被监视居住，偌大的巨龙钢铁厂停摆。凡报道过巨龙钢铁正面新闻的媒体记者、自媒体人都被调查。有人在这节骨眼上要整我。周文那老小子也是死脑筋，人家都把他抓起来审问了，也不知道帮我出面等一等。你是李处长？我想这是误会，你没资格向我解释。现在放了周文，解除巨龙钢铁陆世伟的监视居住。可是审查还没有结束啊！您要我这么做，我很难办。难办？好，我让吴法明给你说。怎么能劳烦吴处长呢？您放心，我现在就放人。20分钟内我接不到周文电话，你就等着被处理吧。马上放人！还有监视巨龙钢铁厂那边人全部撤回来。别忘了把舆论管控也放开，网上那些污蔑巨龙钢铁的水军，统统封杀。你们怎么把周局长抓起来了？混账！还不把人给我放了？别呀，他们抓我，你赵局长能不知道？别装了。周局，一切都是误会。汽车撞墙了，你知道拐了；股票涨了，你知道买了；犯错误判刑，你知道悔改了；孩子长大了，你开始喂奶了。你以为我周文这么多年白干呢？今天说什么都要把审查时间熬完。周局，一切都是我的问题，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们审查了，您没有任何问题。黄良呢？黄科长，我们已经接出来了。你这头，他们打你了？领导，我一个字都没说。周局长，别误会，黄科长头上的伤是自己碰的，是我自己碰的。赵局长没打过我，保安你公报私仇是吧？有种冲我来，殴打我下属赵乾坤，咱俩没完！周局，你小小伙，别忘了给总局李处回个电话，他找您1天了，关你屁事！你们俩过来，是不是让我们跟上去警告一下周文和黄良？警告你妈！这次老子头大了！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把刘九剑控制起来！还有绿景之地的办公大楼也给我分割！领导，好，你放出来了，领导见笑了。别打哈哈，立刻联系巨龙钢铁，让他们立刻生产一批无缝管送到京城来，咱们总局要用。打听那么多干什么？执行命令。收到，领导。
什么时候你有空了，我专程到京城找您汇报工作。少拍马屁，把工作干好。幸好总局有事儿找巨龙钢铁，不然咱俩今天面子丢大了。领导，咱们现在去哪？你要不先回家一趟？回什么家呀？去巨龙钢铁转转。周局吉人自有天相，还是趁了你的光。说正事儿，总局要一批钢管，我希望你明天一早能发出。一批200根够吗？差不多吧，必须保质保量。周局放心，制造钢管我们是最专业的，而且绿景之地的手段太下作，我们准备起诉他们。别浪费时间，秦川审查局已经控制了他们所有人，你安心等结果就行。审查局速度挺快，但巨龙钢铁依旧要起诉他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如果这件事就这么稀里糊涂结束，以后什么人都敢朝巨龙钢铁吐唾沫。所以你别耽误生产就行。黄科长，额头不要紧吧？被审查局打的，我会找他们算账的。莫姐姐，你没事了吧？没事儿。你短视频账号解封了吗？刚解封，不过直播账号还在审查。看样子上面有人出手了。听说周局长也放出来了。好像是，我还听说审查局的赵局长已经被停职反省了。我突然想起一个劲爆的新闻点，你可以去蹭蹭热度，保管涨粉。绿景之地大厦啊，听说被审查局的人封锁了，董事长刘九剑正闹跳楼呢。什么？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啊？先不说了。我什么回事？家人们，现场直播跳楼，就问你刺不刺激？真的？真危险！不会吧？这怎么办？这是干嘛呀？这是？你们别逼我，我多去做点事情。啊！马叔，快来看，刘九剑这老小子疯了。啥意思？疯了？想要咱们厂房，阴谋失败就要跳楼。我看这里面事儿不少，听周局长那会儿言语，绿景之地背后似乎有绞盘机资本。真的？那我祝他好死。感谢陆董的大火箭，祝愿陆董事业长虹。真是太过分！桂田，你必须救我！刘嫂，发现了什么事？什么给巨龙钢铁平反？我现在要成阶下囚了！如果你今天不救我，我就把咱们的事全部抖落出去。刘嫂安息了，我定会全力帮助你洗脱罪名。你说吧，刘嫂，最好今晚安排行动，我的人会在秦川鹿港接应你。那钢索到底有什么秘密，值得你如此处心积虑？软的不行，现在只能来硬的了。我要你盗取巨龙钢铁仓库里的钢索。家人们，乐子结束，小莹也要回家了。刘九剑，你涉嫌多起土地侵占、偷逃税款、诽谤污蔑罪，跟我们走一趟。你看这个，您别看是赶制的，质量绝对没问题。周局特别交代，咱们都要盯着才行。周局，您要的钢管好了，我们货车送去哪儿？您也要去？我中午派车送您，跟大货车走太慢。马叔，你去买辆好车，不低于100万的。真要我去，我只能买回来重卡。算了，我自己去。先生，需要帮忙吗？福特猛禽高配，有在售的吗？有的，先生，不过售价要82万。您看，82万也不贵嘛。现在的小年轻就喜欢吹牛，82万还不贵。你今天要能拿出8万2来，都算你有钱。小玲还在他身上浪费唾沫。财务吗？现在到西郊福特 4S 店来，带现金，100万就够了。别忘了让厂办司机也来，把车开回去。一辆高配猛禽，付钱的人马上到。临牌现在能出吗？可以的，先生。不过加急临牌要收取手续费。可以，你先出，我着急用车。好的。这位先生，其实福特猛禽并不符合您的气质，您要不再看看？是啊，皮卡有15年报废金龄，买来不划算的。我开一次就报废的，没什么不划算的。
办好临牌，把车给周局开过去，你跟着他去一趟京城。啊？啊什么？算公出，每天500差旅费。遵命，董事长。喂，周局，司机已经在楼下等您了。你们厂里不就辆桑塔纳吗？我还是自己坐高铁去吧。刚提的新车，您就赏个脸呗。好吧。陆董新买的，刚提出来，膜都没撕呢。我能自己开吗？过瘾。你放心，我绝不会告诉陆董，反而还会在他面前夸你几句，怎么样？没想到周局长还有这爱好，没看出来。周局没转业钱，可是汽车兵，您不知道。等他从京城回来，这车就送给他。周局肯定不会要的。对了，刘秀健被抓的事儿，您听说了吗？这老小子够狠的，偷税漏税3亿多，如果加上罚息，他至少要上缴5亿才能免掉牢狱之灾。没可能，就是把绿景之地卖了，也拿不出5亿。不说他们了，这2天无人机销售怎么样？咱们这2天还在舆论风口上，官网每天能卖出个10几台，日销10几台，连销售成本都包不住。沙漠骆驼那边呢，也没回信吗？沙漠骆驼公司很奇怪，最近一直联系不上，但咱们赠送的龙鹰无人机他们收了。沙漠骆驼地区常年战乱，不是所有国家都像龙夏这般歌舞升平。再发几封邮件问问情况，是不是咱们生产的无人机不符合沙漠骆驼地区需求？好。周文，你可算来了，这批钢管是陆军点名要的，难怪您敢指着审查局的鼻子骂，原来背后有真神支持啊！你小子可要给我守口如瓶，绝不能告诉巨龙钢铁。还有件事需要你帮忙留意一下，龙夏海军最近研究阻拦索受挫，你帮忙打听打听，看看哪家国营单位的钢索能达到航母阻拦索的品质。航母阻拦索，广域基金号要下水了，不是要下水，而是已经下水。但航母阻拦索质量太差，影响海事。秦川是钢铁大事，我回去就调查。大家伙想想办法，龙夏总局要的东西，你们该知道分量。周局，您给的技术参数太高，而且相互冲突，既要求钢索的强度，又要求它的延展性，没个几年研究不会出成果的。说这么多干什么？我只告诉你们一句话，谁要是能造出这样的钢索，我会给他争取龙夏驰名商标荣誉。沙漠骆驼公司希望巨龙钢铁的龙鹰无人机可以增加用来运输的挂载功能。我和老王测试过，咱们的无人机挂载3-5公斤物品还是行的。添加挂载功能不难，但不能超出最大载荷。我和无人机团队再研究研究，把数据算准了给他们回复。最大负重6公斤，如果不在乎无人机损坏，可以拉到7公斤。保守点报给他们，说可以添加挂载功能，最大负重6公斤。对方要再增加红外夜视功能，小卢，我感觉对方没憋什么好屁，增加功能要慎重，最好是对方能先给咱们打钱，这样稳妥点。目前国内定价3000，沙漠骆驼版定价至少要4000，加上1000运费，定价5000吧。顺便给他们刷个沙漠灰皮肤，更符合当地气质。对方下单5000架，大手笔，不愧是狗大户。不过对方说我们价格太高，问问能不能优惠点。5000龙夏币还嫌贵，罢了，只要他们同意先付款，我们可以赠送100架。成交了，总算是卖出第一单。今晚做几个杀猪菜，再烧点虾尾，大家庆祝一下。对方说明早先付1半定金，希望咱们尽快发货。还得是狗大户懂技术。马叔，有事儿，这才6点。你快来厂里看看吧，昨天那笔单子出事了。怎么回事？是这样的，今早沙漠骆驼公司款项到位了，而且给的全款。这不是好事吗？有问题？钱数没问题，就是货币单位不对。什么叫货币单位不对？难不成他们用的津巴布韦币？
不，他们付的银奖币2500万银奖币。这种情况下，我们违约吗？怎么不违约？你很不错，哪个学校毕业的？提篮桥。提篮桥是监狱专门关押犯经济罪的会计。那他怎么在咱们厂？上任厂长的关系，给厂子背过锅。巨龙钢铁不会亏待任何一个有功之人，尤其是还为厂子背过黑锅的那种。老马，你说我这会儿要是向董事长申请300万资金改造生产线，他会不会觉得我是怂包啊？你太小看董事长了，他中午就找过我，想给你批500万改造拖拉机生产线，但又怕你压力太大。董事长真这么说的？不信你明天去财务申请500万改造生产线资金，肯定给你。小陆，你说老王能弄成吗？我相信事在人为，老王叔使这么大劲还整不出个名堂。那倒是，王自重傲着呢。接下来就是有仇报仇，有怨报怨的时刻。绿景之地，刘九剑，咱们之间的账还没完呢。秦川金刚集团不能胜任，秦川铁矿集团自顾不暇，秦川松山钢铁能力不足。这玩意儿这么难搞啊！答应李佛海时还想着自个儿能旗开得胜，感情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局长，海军他们都没研究出什么名堂，咱要不还是歇歇？你小子就不想进步吗？没出息！我倒是想进步，可您不挪窝呀！你小子就是嘴贫。局长，您说咱们找巨龙钢铁研究这玩意儿咋样？巨龙钢铁？算了吧，他们自家生产的钢索都放在仓库吃灰呢，能研究出什么？也对，再过半个月给总局汇报，秦川钢铁行业拿不出他们要的东西。对了，局长，赵秦坤和刘九剑最后怎么处理的？提起这事我就来气。那天他们审查时，不是把你脑袋搞破了吗？啊！结果省审查厅调查完，非说是你自己撞的。你放心，我会给总局反映，这亏不能白吃。局长，那还真是我自己磕的。你自己磕的？不对，那是他们逼你磕的，记住了。否则年底我还怎么给你表彰？懂了，局长高见。赵秦坤被暂停工作，当时审问咱们的2个审查员也被停职反省。那刘九剑呢？那老小子怎么样？涉嫌偷逃税款，咱们税务和审查3局联办，够那老小子喝一壶的。局长，我听说刘九剑的绿景之地背后有绞盘机会社的影子。我也听说了，但刘九剑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不说实话。刘九剑自愿承担所有罪责，我周文也没办法，但这不代表陆胜伟也没办法。起诉绿景之地的事儿都记清楚了吧？记清楚了。还有短视频平台上带节奏的大 V 也算上，全部起诉。积木速报3天2更，农夫山贼什么的，我算了算，差不多130人，这么多，工作量不小。每成功起诉一个，奖励你1万，胜诉后还有中奖。好，狗粮不是拿得挺爽吗？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以前懒得搭理我，真以为我们巨龙钢铁怕事儿？否务，起诉造谣者一个都不放过。陆董放心，我绝不会放过一个造谣者。有仇不报非君子。我之前温顺的像小绵羊，那是没人惹我。想搞巨龙钢铁，就看我干不干你。陆董事长怎么想起我了？龙鹰无人机成了笔大单子，这不是想着找你们宣传宣传吗？口播广告的话，10条5万，这是优惠价格。10条5万不算太贵，口播广告的效果远不如视频震撼。这样吧，你日常直播中穿插3条视频广告，另外再加1条独家解说，打包10万块，还可以帮我找找其他主播，价格按照你的流程走。兄弟们，吃到饭啦！小鹰威武，哪位金主看我们买爆他？能在物主世界坚守本线的人不多了。龙岩无人机支持15天无理由退换，目前上架的无人机已经远销沙漠骆驼地区，购买链接已经挂在评论区，大家理性消费。马叔，这广告效果还不错吧？单月销量突破1000架，咱们投放广告花了260万，1000架次刨除成本，只能说是收支平衡，略有亏损。总之有效果，这个月继续加大广告投放力度，咱们手上现金还有不少呢。居安思危，沙漠骆驼公司不会一直都有那么大的需求量。我知道，等国内销路打开了，我们准备把厂房好好改造一下，增加几条生产线。扩增生产线还是要慎重，最好等老王农用那边也有情况了再说。说起这个，王叔改造拖拉机生产线进展如何？不大顺利，说是20天后能改造完。告诉老王叔别着急，咱们现在靠着水管和无人机销售，已经达成月入300万的目标。即便山猫农用车搞不成，咱也是稳赚不赔。无人机销售迈向正轨。那老家伙轴得很，我劝劝他。
董事长，沙漠骆驼公司又发来商务邮件，订购咱们1万架龙鹰无人机01改进型。不愧是懂技术的沙漠骆驼，告诉他们，我们生产工艺改进了，单价可以优惠$1000。单价降幅1000英镑币，是不是有点过了？不过，沙漠骆驼可是咱们的救星，吃水不忘挖井人，给他们点甜头。那我按照董事长说的，立刻过去回复。董事长，刚才优惠的1000万，对方要求全部购买成无人机。看看人家怎么做生意的，5000万美金，给他们发13000架无人机。马叔，这下可以扩大无人机生产线了吧？必须扩大，咱们要对得起沙漠骆驼公司的诚意。老周，问你个情况，巨龙钢铁最近发财了，上个月他们公司入账2500万美金，这个月又入账5000万美金。我看备注明细上写的销售货款，税费也同期缴纳了。他们的钢管销售不是被管制了吗？肯定不是钢管，我问问他们，一会儿给你答复。陆胜伟，我恭喜你发大财了啊！要是把人造太阳弄出来，巨龙钢铁将一跃成为全球顶尖的高科技公司。要完成父母遗愿，让他们在九泉之下不留遗憾。陆胜伟，我恭喜你发大财了啊！换算成咱龙虾币就不到4个亿。我准备再增加一条生产线，力争让龙鹰无人机拿下全国1/3市场。看把你能的，刚有点成绩，尾巴就翘到天上了。这点成绩就敢豪言占领全国1/3市场？照你这么说，我这秦川工商局局长是不是也小了？那我说周局，您现在就该升任省厅领导。刘九剑那家伙最后怎么处理的？偷税漏税，不过那老小子把偷逃的税金和罚息补齐了。周局，你们好好查查他的资金来源，我总觉得这里面还有事。李初，汇报材料我们已经报上去了，秦川钢铁企业技术能力无法胜任。我知道，海军方面已经另想办法了。主任，还有最后一个办法没事呢。明启吗？海军国家级研究所和几乎全国各大国营钢厂都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你觉得民营企业能搞定？你都提了3次了，照你想法去办吧。小陆，这2天有工友反馈说是咱们老仓库闹鬼。闹鬼？无稽之谈，人心惶惶的。我想着派人去盯着。没必要派人，把咱们龙鹰无人机放上2台监控仓库，看看是什么玩意儿作祟。好。老大，你自己来就行了，非要拉上我。不是看你这2天精神压力太大，分散你注意力。压力还不都你们给的？钢铁和无人机两开花，再看看山猫农用车部门一点成绩都没出。别急，现在龙鹰无人机海外订单爆炸，咱们不缺钱。有钱是没错，咱们也不能乱花呀。嘘，有人来了。这是什么操作？感情他们说的闹鬼，就是照相机闪光灯弄出来的动静啊！抓人吧！别急嘛，看看这小子到底想干嘛。这小子不会是来偷钢索的吧？那玩意儿可有200斤重。敢来巨龙钢铁偷东西？叫什么名字？梁峰。喜欢拍照，怎么大晚上跑到我们仓库来了？随便转转，看看能不能偷点废钢卖钱。不说实话，马叔把他带出去，别给打死喽！别动手！我说，绿景之地保安科科长给了我5000块，让我偷2根钢索。我还没去找刘九剑麻烦，他先给我找上事儿，真当我巨龙钢铁是泥捏的。这小子扭送巡警局，让他进去好好反省。只扭送巡警局可不够，联系周文局长，告诉他绿景之地偷盗我们商业机密。至于这小子，先打一顿，下手轻点，别给打死了。真打？不然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欺负咱们。现在是法治社会，当然是犯法的。打普通人当然犯法，可我们教训的是不法分子。人怎么成这样子了？晚上视线不好，这小子摔了好几跤，是吧？摔跤得把肋骨摔断，别耍花样！玄镜同志，我有罪，你们快带我走吧，求求你们了！刘九剑脑子进水了吗？跑你们这儿偷东西？不一定是刘九剑自己的主意。绿景之地之所以有钱不缴税金，是一家绞盘机会社在后背支持。和绞盘机勾结，他该死！有关方面已经开始调查了，
行，您办事，我放心。龙夏海军方面最近发了个招标公告，项目金额挺大的，你们可以试试。龙夏海军招标什么？好像是钢索，不过要求挺高的。感谢领导关心，我们回头试试。海军要求的技术参数不低呢。马叔，咱们的巨龙超级钢索符合要求吗？我正要汇报呢。海军要求的技术参数是不低，但咱们库存的那批比他们要求的还高。你确定没搞错？咱们钢索的数据参数比海军要求的还高？去准备下投标文件，7亿的大项目，下周我亲自带队去。好的，陆总。刘总，我很不高兴，只是让您偷到几条钢索，拖了这么久，居然还没完成。贵田社长不要心急，我已经派手下最得力的保安科长去办了。我的耐心有限，希望刘总好好珍惜。老子已经办好出国手续，明天咱们就拜拜了。这次任务难度很大，希望龟田社长能再支援些经费。龙夏有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您只要再给我200万，保管办成这件事儿。好，希望刘总不要让我失望。龟田社长放心，您就等着好消息吧。马上就要晚点了，就是，快点，快点。刘九剑，你涉嫌偷盗企业机密，被捕了。周局，他能关多久？窃取商业机密，最少10天半个月。我希望重判他。窃取商业机密失败就要逃亡国外，这里面肯定还有猫腻。需不需要我们再派人协助？你们最近也挺忙的，没必要。海军要的钢索，你抓紧投标。听说不少企业都派人去了。我和马叔明天去。他跟着去也好，马到成功嘛。借周局吉言。小陆啊，我感觉希望不大，几百家企业竞争呢。刚才你登记时，我碰到了好几位其他钢厂的老大哥，那可都是全国前5的大型钢铁企业。事在人为，总之给自己一个机会。最近马叔你也累坏了，咱们在人家海滨城市好好逛逛。别说我，你这都快26了，什么时候成个家？催婚？马叔你也说我才26嘛，等碰到合适的再说。咱们厂里不少车间主任和副厂长打听你婚配的消息，一听你还没对象，那眼珠子都放绿光了。陆申维是谁？巨龙钢铁法人100%股权持有者，年入几亿的秦川大富豪，谁不想把姑娘嫁给他？白小姐，找我有事儿。陆董事长，江湖救急，我帮你们带货的那款无人机已经卖脱销了。脱销了？库存不是还有2000多架吗？我直播间有人一次下单就是1500架，直接把羊毛薅干净了。直接下单1500架？买家现在天天催我发货，粉丝们也盯着我，我实在受不了了，这才给你打电话。怎么会这样？销量突然爆炸？你还不知道？我发个视频给你，你就明白了。某外卖平台、某东物流等企业纷纷与某维展开合作，大规模采购龙鹰无人机，加速构建城市低空物流网络。马叔，海滨小城你自己逛吧，我要回去扩大无人机产能。我这老帮菜留在海边有什么意思？一起回去。网友们真会玩，送外卖、送快递、放炮仗，当初白送的没人要的东西，现在被玩出花来了。陆董事长，你回来了吗？我给你找了个大客户。周局，正在路上呢，估计明天一早到晴川。所有人停止休假，3倍加班费，24小时生产龙鹰无人机01型和外贸版。白小莹，新用户可购买炸鸡险，1600保半年，操作失误免费换新。兄弟们，别说我好事忘记你们，龙鹰无人机出炸鸡险了，喜欢瞎折腾的朋友放心入手，半年内损坏无偿换新。外贸版龙鹰无人机也要上线啦，是带挂在红外夜视那款吧？我要商务灰涂装。都忘了我是颜值新闻主播吗？不是带货主播啊。小莹转行吧，从了陆董。
胡说八道，下播了。你们聊，我还有个会。周局，你可要把话说明白。逆风速运找我干什么？找你们合作研发运输快递的无人机，具体他和你谈。王总，久仰大名。陆董年轻有为，贵公司的无人机最近风头正盛呢。我们需要一款可长途运送货物的大型无人机，载重1吨以上，航程2000公里，研发周期2年。只要资金到位，这个可以有。王总，根据贵公司需要，研发费用算出来了，至少4亿。4亿？您别觉得贵，现在搞研发很烧钱的，而且我们可以保证2年内完成研发。不觉得贵，是太便宜了。这点钱搞大型无人机没问题吧？居然嫌便宜，亏我还特意加价多赚你1个亿。这样吧，王总，我们多招点人，保证1年半完成研发，项目投产后再送贵公司12架，怎么样？我们要的是质量，研发费用我可以给6亿，你送我20架，但我们的采购价格不能高于成本价的10%。还是人家王总会做生意，不愧是几千亿企业的大老总。成交。小型无人机市场，我们的份额已经起来了，是时候追求更广阔的天空。大型无人机市场不都是国营厂在搞吗？商用的没几个，挣不了钱。经过前期考察，我们已经初步确定了研究方向与合作伙伴，他就是国内1流的快递集团逆风速运，对方已经答应先行支付6亿研发费用，所以钱方面大家不用担心。6亿研发费，逆风速运真有钱。董事长，您想怎么搞？不管您想怎么办，我们都支持您。董事长，研发大型无人机，我们没什么经验。放心，研发方案我心里有数。我们团队是成熟的，唯一不足就是人太少，所以我们要开始社招，从龙下各大名校招人，起薪3到5万。董事长，我好几个同学在研究所工作，可以挖他们过来。我导师也有资源，推荐学弟学妹们过来。那就这样定了，先招聘100人，内部推荐30个，社招70个。我堂弟学的机械加工，想着能不能进巨龙钢铁。简历发过来，我让马厂长看看。陆董大气，你一会儿看邮箱。家里的侄子学的机电专业，想办法安排一下。简历，你一会儿发过来，我让马叔走个过程。多谢啊，回头找你喝酒。喝酒您找马叔，介绍生意可以找我。上一次看到如此盛景，还是上个世纪咱们工厂刚开业那会儿。马叔放心，以后这样的场景你都会看烦的。董事长，您看能给我们也招几个学机械的吗？没问题啊，老王说。你那边现在还有什么困难吗？大困难没有，就是刚改进的生产线总出问题，需要再调试调试。巨龙钢铁很有信心吗？董事长，您这样委托他们研发大型无人运输机，不然呢？国内其他有能力的企业都不愿接手咱们这个项目，更何况巨龙钢铁答应和咱们签对赌协议。巨龙钢铁刚转型不久，他们的技术储备不足以支撑大型商用无人运输机研发。咱们不是没找过国营研究所，但对方开价10亿，而且研发失败也不承担责任。换你如何准备？董事长，6亿资金到位，大型商用无人运输机项目正式启动。这是双尾蝎无人机生产建设方案，你抓紧落实。原来您早有计划，设计方案都是成熟的。方案是可行的，就看能不能造出来。3个月吃透图纸，再花3个月组装生产线，之后半年生产调试，1年内必须搞定逆风岁月的订单。无人机研发团队那帮小伙子现在可是干劲十足，干劲足是好事，可以别太过了。投递的简历中有120多个关系户，你看怎么处理？先初筛一遍，学历和能力符合要求的，按照规定来。关系户太多可不好，我有几百种方法合理淘汰他们。哎呀，小陈啊，后面的测试你来弄吧，别那么着急，慢慢来。主任，您没事吧？我当然没事，就是需要休息几天。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精神和身体都撑不住了。主任，您好好休息，我会很快测试完剩下的钢索，年底前弄完就好。我是研发部陈华涛，我们顾主任身体好像出问题了，请现在过来。主任，毛兄已经同意了我们购买阻拦索的申请。小陈儿，你压力别太大，保证完成任务。
该死的刘九剑，竟想带着我给的钱逃跑！龟田阁下，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我们必须趁龙夏海军还没发现巨龙钢铁的秘密前，拿走他们仓库所有阻拦索。可是我们扶持的绿景之地已经完蛋了，现在还有什么办法？我们还可以抢。龙夏禁止绞盘机自卫军进入，怎么抢？当然不是明抢，我是说我们可以收购巨龙钢铁的股权，只要我们成为股东，自然能够随意处置那批阻拦索。可他们会买吗？我听说他们的业绩很好。只要开出足够诚意的价码，没人能拒绝。左边两站，垃圾企业，滚出楼下！你们不配有巨龙做字号，卖国的垃圾玩意儿！看来绿景之地背后的黑手坐不住了。可是董事长，他们图什么？3天前，一家不知名的绞盆机会社向巨龙钢铁发出收购邀约，希望以20亿龙夏币价格收购巨龙钢铁51%股权。你也是龙夏人，绞盆机给了你多少钱给他们当狗？陆董事长，不是所有人都像您这么幸运，坐拥数亿财富。我不偷不抢，正当经营，赚的钱心安理得。你呢？给绞盆机当狗很爽吗？他们答应给我5%佣金。保安，立刻给厂门口贴上告示：绞盆机与狗不得入内。乱剪一通，颠倒黑白，当我有瞎子吗？董事长，我们有必要发个澄清公告。现在就发，我相信网友们的判断力。果然不能高兴得太早。联系周局问问什么情况。我已经联系过了，周局说他们也在调查，初步怀疑是绞盆机会社搞事情。该死的绞盆机，我和他们没完。陆董事长，巨龙钢铁真的没有和绞盘机会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啊，怎么了？你保证吗？我是法人，出让股权这事儿我必须签字的。那你快上网看看吧，白纸黑字，巨龙钢铁向绞盘机会社转让51%股权。什么？我签字有这么丑吗？幕后黑手不但伪造您的签字，还伪造了咱们钢铁厂的印章。对方有备而来，不弄垮咱们钢厂誓不罢休。事到如今，只能召开记者发布会澄清。你去准备吧，明天召开记者发布会，要让幕后黑手和造谣者们付出代价。主钢丝强度达标，细钢丝强度达标，钢索整体强度和韧性达标，能够在3.2秒内阻拦超过40吨重超速物体，这简直就是梦寐以求的龙夏航母阻拦索。奇怪了，这根钢索怎么没有标注生产企业？东西在哪儿？你看，测试机器上的就是。哪家企业的？不知道，钢索上没有任何标记，我正查呢。我们龙夏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阻拦索了。主任，你别激动。我能不激动吗？把研发室所有人叫来，现在就给我找，必须找到投标企业。都打完了，目前只有3家公司没打通：秦川的巨龙钢铁、西山的211重工以及鲁南的铁军集团。立刻通过当地工商联系他们，向他们核实技术参数。局长，海军研发部电话。海军？海军找咱们干嘛？您好，我是秦川工商局周文局长。是，巨龙钢铁是我们市民用钢铁龙头企业。电话，他们的电话是011，董事长叫陆胜伟，您找他们。好的，我知道是保密事项，就不多问了。海军找巨龙钢铁什么事？马叔，明天你来主持，我讲2句，发布会不要太复杂。我已经安排技术员分析了视频材料，能够证明视频和股份转让文件是伪造的。再多联系几家媒体，现场记者一定要多。到时候全网直播。我不相信水军和幕后黑手还能翻来天。211重工以及鲁南铁军集团排除了，巨龙钢铁的投标书和测试数据也对上了。你说什么？一家民营钢铁厂生产出了海军几年都没攻克的阻拦索？虽然难以置信，但结果就是这样。我还记得当初登记时，巨龙钢铁的负责人信誓旦旦说，
他家的钢索完全符合咱们要求。当时好多家企业都虚报参数，您是知道的。巨龙钢铁还没联系上吗？电话一直打不通，要不然让秦川工商局去找他们？别，这件事必须保密，我们自己联系。老领导好，告诉你个好消息，航母阻拦索技术突破了。你说什么？阻拦索技术突破了？是的，一家民营企业制造出了我们需要的阻拦索。看来民间也有高手。你们现在在哪儿？我马上派技术专家来，这件事可不能马虎。航母阻拦索试验场，我和其他同志都在。周老，怎么把您激动来了？阻拦索研制成功这么大的事儿，老头子我怎么可能不来呢？您这边请。延展性和强度都不错，技术参数呢？真是民企生产出来的，技术不错嘛？怎么之前没听说过巨龙钢铁这家单位啊？一家民营企业，我们也是最近才发现的。立刻联系他们。不，我们现在飞过去。今天太晚也行，明天早上7点出发。目击者和白小姐也在。多谢两位支持。陆董事长，不应该先把通稿给我们吗？一会儿好第一时间发新闻。我不需要哦，全程直播呢。这样更好。不愧是手撕天皇的小杨。陆董，你还是赶快处理完这件事。龙鹰无人机销售都受影响了。别急嘛，今早就能澄清。我直播开着呢，要和粉丝们说两句吗？感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新闻发布会，看我表演。我们是龙夏海军采购研发部。龙夏海军？糊弄鬼呢！以为老头子我老眼昏花了？秦川可是陆军驻地。您好，我是海军装备部的钟正，想见一见咱们厂领导。你倒挺有礼貌的。等着，我给厂长打个电话。你说什么？听不清楚？我们在秦川酒店开新闻发布会呢。要不要先把巨龙钢铁厂封锁起来，免得走漏风声？联系地方，暂时封锁巨龙钢铁厂，动静不要太大。所有人员许进不许出，但对待厂内工作人员一定要尊重礼貌，对待技术人员要客气。把人给我请回来。马厂长，快接电话。感谢各位媒体朋友到场。巨龙钢铁自建立以来，一直秉持着窝囊着呀，不知道巨龙钢铁怎么反击啊？哎呀，反击！绞盘机会社都放视频实锤了。大家好，我是巨龙钢铁董事长陆胜维。关于网络上造谣我们与绞盘机会社合作的消息，纯属子虚乌有。网络谣传的主权转让协议是我造的，我们公司的印章和我的签名也是假的。陆董这是什么说法？没见过。陆董写的是受精体，两个相比，网上谣传的签字简直丑到家了。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巨龙钢铁就是饿死，也不会和绞盘机会社有瓜葛。支持陆董事长，巨龙钢铁加油！场面话谁都会说，可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什么情况？怎么突然有军政战士进来了？提前演练好的戏吧。巨龙钢铁够牛的。穆姐姐，新闻发布会有这环节吗？我也搞不清状况。陆慎维先生吗？有些事情需要您现在协助调查，能跟我走一趟吗？您是？人多嘴杂，需要私下和您聊聊。您要带我们陆董去哪儿？您又是谁？我是巨龙钢铁厂厂长马全林。厂长，樊老也跟着走一趟吧。战士现场抓人，实锤巨龙钢铁卖国，这乐子大了，你们也不想想，20来岁的小伙能搞出几亿规模的戏，这里面能没猫腻？穆姐姐，这是什么情况？我也没搞懂，先打个电话问问周局。您找我们想问些什么？还是要配合调查什么情况？有些事儿需要见了我们领导再说，现在还不合适开口。我认得您，海军登记阻拦所那位。小陆，这是回厂区的方向。回厂区？难不成工厂出事了？主任，两位同志请回来了。厂长，就是他们要进场，给你们打电话也没人接。你好，
我是龙夏海军采购研发部顾明，有些情况还需要您配合说明。让您把人请回来，怎么把气氛搞得这么紧张？陆董是科技工作者，国家栋梁，这可不是尊重大国工匠的做法。您这是要……方便进去说吗？方便，太方便了。刘大爷，快开门，这是海军的贵客。哎，好嘞。老国营企业的老底子，您是？这位是钟老。咱们这个厂子什么时候建的？65年，搞3线建设的时候就有我们钢厂。65年，快50年的老厂了，怎么想起来搞航母阻拦索的？阻拦索，我们没搞过。就是你们钢厂投标的那款钢索，海军招标来是给航母用的。我们压根不知道，仓库里还剩快200根，一直以为没人要，放着吃灰呢。你说什么？仓库还有200根？东西在哪儿？快带我们看看。你们为投标做了这么多阻拦索，挺自信的吧？我们也不知道咱海军招的是阻拦索，这是存货，一直放在仓库没人要。存货还他妈没人要，听听这是人话吗？小陆，这顾主任怎么哭了？太激动了。主任，如果咱们海军建设需要，我们巨龙钢铁厂可以把超级钢索全捐了。不用，这点钱海军能出得起。我说小陆，你们没事干，造这么多高品质钢索干什么呀？难不成你们早知道航母下水需要阻拦索，提前开始搞研究了？怎么可能呢？这批钢索原本是想高价卖给银匠公司的，可对方突然毁约，弄得我们很被动。陆董担心对方挑剔质量，当时还特意改进了生产工艺，结果最后他们单方面解约了。还有这事儿？银匠公司居然向你们采购过阻拦索？马叔，把合同拿来给领导们看看。银匠公司采购阻拦索干什么？总不能买回去自己用吧？银匠公司什么时候采购的第一批阻拦索？差不多3年前了，开价还挺高的，单根10万银匠币，一次就要了200根。银匠国防似乎夜市突然宣布新一代阻拦索研制成功，搞不好银匠的阻拦索真是从巨龙钢铁厂买回去的。洛克东德牛丁公司佛州分公司，他们总公司不就是银匠国防部外包的武器制造商吗？原以为是银匠卡我脖子，阻拦索迟迟研发不出来，搞了半天是老子毛衣穿反了。小陆啊，你好好想想，都有谁接触过阻拦索制造？除了鹰匠公司要过一批，后来还有一家绞盘机会社想要买我们的钢索。你没给绞盘机会社买吧？我们巨龙钢铁就是倒闭，也不和绞盘机会社做生意，我嫌他们的钱脏。好样的，有骨气！小陈，回头好好查查，是哪家会社要买巨龙钢索？封存仓库，你们这批钢索海军全包了。建设海军用，我实在不好意思收钱。那就打个折吧。咱们海军招标价150万每根，咱们按100万算怎么样？预算39.5亿，单价不允许降低，不过你们可以附赠一些，听您安排。钟老、顾主任，您这边要是没其他问题，先坐我们接待室等一会儿。我们新闻发布会才开了一半。新闻发布会什么意思？发布新产品？可能我们产品卖得太好，被人盯上了，不少媒体抹黑我们是卖国企业。绞盘机高价买钢索，巨龙钢铁都不卖，这样的企业怎么会思想不坚定？瞎胡闹！新闻发布会不用开了，我会替你们澄清。您二位能帮我们，真是太好了。马厂长，让王自重副厂先回来，中午咱们好好欢迎一下海军领导们。还开什么新闻发布会？董事长和厂长都被带走了。耗死个人，还说自己不是卖国企业，荷枪实弹的战士都出现了，巨龙钢铁迟早玩完。算了，今天突发状况，我们会给大家一个解释。解释你们是卖国企业吧！我宣布，青川本年度最好笑的笑话就是巨龙钢铁不是买办卖国企业。巨龙钢铁垮了，对你们又有什么好处？我话搁这儿了，巨龙钢铁要是卖国企业，我白小莹退出自媒体圈。牛逼，支持小莹，这是要搞大事啊！王总说两句吧。都干什么？散了。周局，你可算来了，陆董让带走了。别慌，这事儿我知道。
他没什么危险。没危险？怎么电话打不通呢？不方便接而已。这件事稍后再说，现在清场。领导不介意食堂环境简陋吧？好多年没在工厂大灶上吃饭了，哎，真怀念呐。哎，工作期间喝酒就免了。那就以茶代酒。小陆同志，你可是解决了让海军研发部近1000人伤了2年脑筋的大问题呀！你要是能早报上来，我要节省多少脑细胞？我们研发室的同志们吃住在单位已经1年多了，这件事我们巨龙钢铁要负责的。怪我，当初董事长要将钢索上报国家科技进步奖，是我老糊涂拦着不让的。也没有怪你们的意思，以后再有什么新产品，一定要先上报国家嘛。关键是没想到一根钢索能牵扯这么多事，是我的疏忽，怪马厂长。事情弄清也就简单了。库存的阻拦索我们全要，价格还是按40.5亿走，但你还要多帮我们造400根，没问题吧？没问题。第二嘛，航母阻拦索制作技术必须交给海军研发部，能帮助海军发展是巨龙钢铁的荣耀，我们无偿转让。那可不行，海军有规定。这样吧，按当初招标的价格来，技术转让费2000万。我听您的。听说你们还研发了其他产品，能说来听听吗？也没什么，我们现在的拳头产品就是地基无缝钢管和无人机。其他产品呢？还有2款在研的，一个是逆风速运委托我们研发的大型无人运输机，另一个是我们准备投产的农用车。这俩咱军方用不到吧？用不上。我也就随口问问，军方能用上农用车吗？开玩笑，大型无人运输机更不用提，红下无人机技术全球领先。我还是那句话，巨龙钢铁永远支持祖国军队建设。你这思想觉悟，想不发财都难。小陆，以后这么折腾的事儿，你可别带上我，老骨头经不起弄了。谁能知道随手造的钢索能引来海军采购？对了，马叔，这件事全场保密，只要是泄露出去，肯定要按泄露国家机密处理。已经让所有知情人签了保密协议，门房的刘大爷也签了。这个月给刘大爷多发5000奖金，从下个月起再招一个小伙看门。要不让他退休算了，反正都60多岁了。别，我看刘大爷干得挺高兴，哪天他干不动了，自己提出来再说退休的事儿。新闻发布会黄了，咱们澄清的事怎么安排？顾大少说不用咱们管，他会处理。刘总，你够黑的，绞盘机给你500万银奖币办事儿，你转手给我5000龙虾币。这事儿我交给手下保安科科长办的，我给了他5万，谁知道那小子太黑，就给你5000块，至少再给我补2万5，不然这事没完。放心，梁老弟，咱们可是一起登过号的兄弟，我这就把保安科科长开了，你来当。刘总敞亮，您放心，我要是当上保安科科长，保管你们绿景置地从此风调雨顺，平安无事。就你小瘪三儿。梁峰，我们是秦川机密审查部，现在就你涉嫌窃取国家机密一案，对你正式发出批捕。误会，一定是误会，我大字不识几个，怎么可能涉嫌窃取国家机密？本月24号，你是不是深夜潜入秦川巨龙钢土库房拍照？是有这么回事，可是他们仓库就放了些废弃钢索，不算国家机密吧？案犯梁峰承认窃取国家机密，执法予以完成记录，带走。我没有偷窃国家机密，你们不能冤枉一个文盲啊！刘九剑，是吗？你涉嫌指使梁峰偷窃国家机密，跟我们走一趟。我没有啊，都是我们公司保安科科长干的。预警置地大楼已被封锁，全部人员都在审讯室蹲着，就差你刘总了。完了，全完了！龟田，你这个小人！思强，你涉嫌参与绿景置地恶势力活动，请配合调查。天道好轮回，问问苍天饶过谁？另外，告诉点内幕消息给你们，巨龙钢铁的事情绝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龙鹰无人机已经恢复生产，需要的家人们可以下单哦。小莹，能上架巨龙钢铁的水管吗？水管？你报个具体型号，我问问陆董事长。这个月带货龙鹰无人机已经让我赚了近20万出了。卖巨龙水管虽说没什么利润，但可以和陆胜维拉近关系。
方便以后赚更多钱。私信你了，就是图片里的那种，大量要。你发给我的是巨龙水管，怎么损毁成那样了？都熏黑了。陆董，我这边下单了5000根巨龙钢管，要5000根巨龙钢管，什么时候？越快越好。行，需要对方先付一半定金，我来排产。没听说边境城市在搞建设。小莹，快看楼下一台新闻联播，有大事儿，特大新闻，巨龙钢铁的，你快看。为表彰爱国企业，感谢他们为龙夏军队建设做出的贡献，现在由我宣布龙夏第一批13家军民融合先进示范单位，他们是秦川巨龙钢铁。巨龙钢铁什么意思啊？龙夏军民融合先进示范单位？龙夏军民融合先进示范单位，1级保密单位。兄弟们，出大事了！巨龙钢铁被表彰为龙夏1级保密单位。没想到真是巨龙钢铁。巨龙钢铁厂现在是什么模样？陆董事长，立刻召集你们全厂职工。秦川武装部门领导要来和你们签订保密协议。现在吗？可都下班了。别说下班，就是下地狱也给叫回来签保密协议。马叔，通知全厂工友现在集合。秦川武装部门领导马上就到。这怎么可能？别愣着，让老王叔手上的活也停一停。休假的也要吗？要，给加班补偿。让他们都来。你说咱门口要设立警卫岗亭，放左边好还是右边好？左边吧，左眼跳财嘛。陆董事长限量，以前不知道你们企业负责绝密军工任务，让迪特骚扰了你们，抱歉。领导哪里的话，是我们给组织添麻烦了。闲言少叙，先办正事。这是布战车吗？昨天布战车围厂房，今天又是哪一出？陆董事长，我明天会再派人来给你办公室装个红色座机，拨通可以直接找到我。感谢领导们关心。你小子这2天整的事儿，差点没把我老周心脏病吓出来。我也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等过一阵子再和你说。对了，雇佣水军抹黑你们的绞盘机会社查清楚了，他们的社长叫做龟田。龟田是吧？我记住了。我愧对天皇教诲，谋取龙夏航母阻拦所的计划失败了。不是你的错，只怪龙夏人大大的狡猾。愿为天皇陛下笑死！龟田次郎随时听候军部命令。军部还有意见，宁愿与虎谋皮。是的，但不是我们买，而是委托洛克东德牛丁公司购买阻拦索。我们付出巨大代价贿赂了洛克东德牛丁的研发员，结果发现鹰架的阻拦索居然是从龙夏民营钢厂采购的，说好的鹰架技术天下第一呢？就这，巨龙钢铁被龙夏军方认定为半军工企业，鹰架不知道吗？三角大楼当然知道巨龙钢铁，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自家航母用的阻拦索就是巨龙钢铁的产品。这有些匪夷所思，打个细细查也许还真行。巨龙钢铁是龙夏民营企业，为了企业效益，可能还真敢继续和洛克东德牛丁公司交易，毕竟他们也有前科。我试试。放心，洛克东德牛丁公司的眼里只有赚取超额利润这一件事。采购龙夏钢索这件事没得谈，除此之外都可以合作。单根采购价格80万银奖币。龙夏的钢索事关重大，龟田先生，您不会？120万银奖币，单根。这董事会不会同意这笔交易？150万银奖币。你们需要多少？其实也不是不能谈。10根太少了吧？不，我说的是100根。如果贵董事会能够同意，我还会有厚礼箱子。我早把洛克东德牛丁公司威廉负责他的脾气摸清。龟田先生是懂技术人，这样吧，3天之后公司给你答复。感谢支持。我有必要提醒你，绞盘机从未忘记复仇。您放心，狗链始终牵在我们手中。那好吧，这件事你也负责。洛克东德牛丁公司，他们还敢出价，向我们订购300根钢索，试探吗？感觉更像是最初那种正常的商务邀约。先把情况报给顾主任他们。你们想怎么办？马厂长意思直接拒绝，但我想卖给他们，高价叫卖，以次充好。还是你小子鬼主意多。都是您领导有方嘛。好，
就这么办，别打哈哈。记住一条，别搞砸了，咱们龙夏国优质的阻拦索技术绝不能再落到鹰将手中。我明白。董事长，这行吗？鹰将国防部不是傻瓜，咱们拿参差品交易，对面肯定会发现的。怕什么？反正可以先收一半定金，咱们许着，无非就是能不能坑死鹰将几架战斗机。当然，坑不了，咱也不亏。该死的巨龙钢铁，他们竟然涨价了！威廉总裁，即便他们涨价，我们还能赚一大笔。可笑的龙夏公司被道德与信誉束缚，他们根本不明白放弃道德会赚得更多。马叔，鱼儿上钩了。洛克东德、牛丁公司都是蠢材吗？都是草台班子，谁又能比谁高到哪儿去？你小子最近挺忙的，听说各路采访记者都要找你。周局说笑了，我是瞎忙，采访全给推了。人怕出名猪怕壮，推了也好。我之前跟你说自家侄子那事儿，你没忘吧？周存嘛，面试过了，挺机灵一个小伙儿。听说这2天应聘的人把你们工厂大门都快踏破了。您的关系肯定照。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上面说过2天来安装保密单位牌匾，那我们好好准备准备，这可是大事儿。上头特意交代过，一切从简。还有件事儿，过2天有个秦川工商业酒会，你要出席一下。能不能不去？您知道我不喜欢那种场合。可以带上马厂长，让他替你挡酒。那好吧，只能辛苦我老马叔了。马叔，过2天咱俩去参加个酒会，周局叫了几次了，推不掉。最近钢管订单太多了，我想着能不能再扩增一条生产线。马叔，你看着安排，咱们现在不差钱，钱多也不能乱花，先扩增一条钢管生产线。至于酒会的事儿，你带王自重去吧。王自重的情况还没改善，都快魔怔了，酒会您带着他去吧，让他分散注意力。那行，这2天马叔你把招聘的事儿盯紧了。还有钢索生产，一定要确保羊粪担子表面光。无人机销售火爆，但暂时不要扩大生产线，等人招够了，好好研发大型无人运输机。陆董事长来得够早，这边坐。今天不需要签到吗？这小事您还记得呢？开个玩笑，周局在哪？周局正在准备稿子，马上到。哎，陆董，秦川煤炭集团董事会主席李守新，白手起家的狠人。闻名不如见面。陆董事长年轻有为，久仰您是业内大咖，难得见面。陆董现在可是咱们秦川工商业新秀，风头直接盖过我们这些老家伙。知道今天酒会陆董会出现，我可是特意早到的。李主席有事？也没什么，就是想着帮陆董解决难题。我们家大女儿，老李可不厚道，你们家女儿大陆董整整6岁，都30多了，介绍给陆董合适吗？是秦川化工的吴总。谁不知道你们家李妮妮是买的学历？要我说，我们家二妮才配得上陆董。你放屁！我们家女儿是海归博士，和陆董是门当户对。老王，你今天是想吵架？老子怕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老小子在背后搞阴招。老王叔，你身上也没装把瓜子儿？您不拉架？拉架？拉什么拉？酒会多没意思，看俩老头打架都好。您是陆董吧？初次见面。本人萧晨，萧晨有发机电董事长，也是百亿楼的。他没有女儿吧？有，而且是独女，听说挺漂亮。听说贵公司正在研发一款大型无人运输机，我们单位的机电系统还算不错，不知道有没有合作机会？啊，您消息够灵通的，哪天有空咱们好好谈谈。择日不如撞日，明天您看怎么样？那好，明天我在巨龙钢铁厂等您。还是在我们公司好点。巨龙钢铁现在可是1级保密单位。1级保密单位，即便萧晨这种身份进去也要接受严格审查。你以为他们是想嫁女儿给你啊？难道不是吗？找一个能够操盘企业大局的人才，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感情老总是想招上门女婿，帮着自家打理企业。您这么说，我更要跑了。厂里最近忙，拜托您多操心。
陆董，这是我女儿，鹰将常青藤经济与金融双硕士学位，诗词歌赋、钢琴、吉他样样精通。合作的事儿咱们可以聊，至于和令千金交朋友这事儿，我要好好想想。陆董，别看我女儿外表张扬，其实内心挺纯洁的。您这是要把我往火坑里推啊？根本就是不怀好意嘛！白捡他数百亿家业，您不心动？不稀罕，我有手有脚，可以自己挣，赚他几百亿，兑换人造太阳，彻底解决龙夏能源困境，这才是我的终极目标。这2天王自重缓过劲儿来，鸡血拉满，说要大干30天，争取月底试产出第1辆农用车。老王说是自家压力，我早跟他说过，咱们巨龙钢铁不差那点钱。当初接手山猫拖拉机厂时，应该放掉王自重。听说他为了新生产线，快半年没回家了。老王犟得很，他也就听你劝。行吧，明早把他们召集到一起开个会。农用车是大伙儿一起造出来的，你们有没有什么好想法？我提议就选我们车间的马师傅。不行，我提议选刘主任。哎，我不同意，我提议选王师傅。老王说，你有什么想法？龙猫农用车怎么样？枪还是老的辣。王厂长的提议，大家觉得如何？我是最棒的，我们是最棒的。老王说最近辛苦了，接下来测试工作交给马叔干。老马这时候想来这头子，他休想！您可听见了？不是老马不愿意接，而是人家王厂长敝帚自珍呢。王叔，你身体还能撑住？老当益壮，您就放心吧。那行，明天开始农用车性能测试。老王，农用车销路问题怎么解决？测试完成后，我亲自带人地推。地推能行吗？之前搞山猫拖拉机厂时，有不少关系都在龙岩社，可以找他们帮忙。您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小陆，最后一批超级钢索已完成生产，随时可以装车发货。告诉洛克东德牛丁公司，我们货车抵达码头时必须支付尾款。好，我这就联系。喂，顾明老师，鹰将采购的样货已经全发出去了，您看还有什么指示吗？真的？那可太好了！昔年鹰将仗着前沿科技，频频挤压龙夏生存空间，售卖给龙夏的货物也是一次冲好。落后就要挨打，龙夏当年造3亿件衬衫，才能换鹰将1架大飞机，就一个字：憋屈。现在龙夏全面崛起，只是在部分关键领域受制于鹰将，可我相信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我们那批钢索，海军方面反馈怎么样？还需不需要改进工艺？巨龙超级钢索已经完全满足航母阻拦索需求，暂时不必增加成本改进。对了，下个月广域基建号航母海试，钟老点名你参加。保密方面没问题吧？我就一普通人。当然没问题，你可是航母阻拦索供应商，阻拦索第1次实战测试，你必须参加。有您这话，我一定到场。据说出云号改造也快完成了，到时候同台竞技，咱们压一压绞盘机的锐气。蛮夷之国，活过几年，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漂亮小丑而已。下个月我派专机接你，别忘了。楼下狗是疯了吗？还没装上船就让我们付尾款？巨龙钢铁污蔑我司不讲信誉，所以坚持先付款后装船。没门！他们也不打听，我们可是全球信誉3A Plus 的品级。好的，我立刻回复他们。不付尾款也想让我们发货，他做梦！一场跨越太平洋的博弈正式开始。既然洛克东德牛丁公司咬死不付尾款，那我们就撤回所有的货物。
尤文在港口都等了半天，他们竟然把货拉回去了。总裁，要不我们先付到90%货款，剩下的先压着。该死的巨龙钢铁，先这样吧。洛克东德牛丁那边说是先付90%尾款，可以啊。发货？发什么货？等他们全额尾款打过来再说发不发货。什么银匠公司最讲国际信誉，都是放屁。但凡毁约比正常交易赚的更多，银匠公司才不在乎什么国际信誉。还他妈信誉3A 加，谁不知道国际4大信誉评级公司都是银匠的狗腿？这行吗？咱们龙夏公司做生意最讲究诚信。马叔，你没听过鹰将华尔街一句话：抛弃无用的道德，你可以赚得更多，而且是他们违约在先。圣人云：以德报怨，不如以直报怨。把剩下的尾款全付给他们！该死的巨龙钢铁，我会让你知道触怒洛克东的纽丁公司是多么愚蠢的举动。是，老板。以前都是外国公司欺负龙夏公司，现在呢，攻守一心。小陆，最近几天咱们的钢管销量好，这本，您自己看吧。产量每月都在翻倍，生产线都冒火星子了，还没完成上月的订单。什么情况？一半销量都是白小姐直播间带来的。白小姐，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女主播，你没问问怎么回事？问了好几次，白小姐说是直播间粉丝们下单的。东西最后都发去哪儿了？天南海北都有，买家零散的分布在各地。有销售分布图吗？我看看。我马上让人整理。钢管这东西完全不受季节影响，自家也没搞过什么促销活动，怎么突然销量暴涨？白小姐，你直播间最近搞活动吗？什么活动？类似买1送1的那种，龙鹰无人机、巨龙钢管什么的。没有啊，陆董事长怎么这么晚？是有人找你们退货？那倒没有，就是最近钢管的销量看上去有点奇怪。变低了？没有，反而销量暴涨。这不是好事吗？产品销量突然增加，我们总要搞清楚原因。做生意不能稀里糊涂，为什么有人如此疯狂购买巨龙钢管？董事长，销售分布图做好了。东南西北怎么都有，看上去没什么规律，是我斗心了？不对，马叔，你看看钢管怎么全送去边境城市？还真是，龙夏东北、西南、西北边境城市一个都没少。也没听说边境城市在搞大开发，奇怪了。暂时先不想了，继续扩大钢管生产线，有多少订单咱们吃多少订单。好嘞，正大光明做生意，谁会嫌钱少啊？还有2件事，一个是王自重正在团队下乡对追，要不要派人盯着？让老王叔自己搞吧，有什么需要的他随便提。龙猫农用车的发展潜力巨大，一旦销路打开，巨龙钢铁将彻底实现多元化发展。钢材、无人机、农用车3驾马车加持，巨龙钢铁还不起飞？这几个月沙漠骆驼火力再度增强，我们的损失很严重。加强对龙夏钢管公司的制裁，这次措辞严厉点，将那家无人机刑厂企业也列为所谓的赞助商。我需要提醒您，自杀式无人机也是那家钢管公司生产。你确定？是的，我们研究过龙夏的无人机，简陋到令人发指。简陋的架构，优秀的操控性，惊人的载重能力，配上令人闻风丧胆的 CC 高爆炸药，成本不足$6000，但杀伤效果堪比12万美金一发的毒刺导弹。现在，我是说现在，立刻召开国防部新闻发布会，我要向全世界控诉该死的龙夏军工企业。据说那家龙夏公司是民营企业。怎么可能是龙夏民营企业？你一定记错了，那该死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巨龙钢铁公司，龙夏金川市的一家民营钢铁厂。该死的巨龙钢铁，明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我要向全世界控诉他们的罪行。兄弟们，今天终于拿到正版货了，亚星105和卡森火箭弹的底材。怎么这么眼熟？这不是龙夏民用钢管生产标准吗？4家钢管用的就是这个标准，卖的还不错。七哥别闹了，这不就是咱龙夏民用水管吗？这玩意儿要是能做火箭弹底材，岂不是说咱们龙夏民用钢厂都能秒变军工厂？大家别急，我顿烧一会儿你们就明白了。
我可没这心思，也不怕告诉你们，正规渠道已经买不来这种钢管了。这还是钢厂吗？分明是军火供应商，真不知道哪家钢厂这么大的。给大家上两段视频，感受一下咱们龙夏钢管的活力。怎么看着像我家钢管？不可能吧？这家民企牛逼，但沙漠骆驼更屌。民用钢管和煤气罐改成武器，立大谱。说到底，还是这家巨龙钢铁的产品质量过关，不然你以为随便拿根钢管都能当火箭筒用？家人们，下单了，发财的机会就在眼前，冲呀！现在下单还能赚点。据七哥知道的，国内有好几家边境贸易公司在巨龙钢铁订购了大批量钢管，已经赚得盆满钵满。这下找到巨龙钢管销量暴增的原因了。感情白小樱直播间的粉丝都是军火贩子。我去，陆土豪你醒了！话说土豪哥有国际贸易门路吗？咱们可以合伙赚钱。都别想了，国内安生日子好好过，捞偏门的生意普通人干不了。这话倒不错，也就自己有系统加持，寻常企业被鹰将国际制裁，基本挺不过半年。你说什么？要2000架无人机？你要多少？5000架！别急，别急，我先登记，但需要你们先付1半定金，可以吗？现在打款，我们立刻排产，绝不耽搁。这还没一会儿呢，就接了20万架无人机和36万根钢管订单。厂长，我发财了！啊？你小子不好好值班，发什么疯？啊，不对，不是我发财了，是咱厂发财了。你说什么？半小时内接到几10万订单？没搞错？你让财务看看账目。好几个都说全款定金打过来了。厂长，是不是咱账目出问题了？您放心，我体篮桥毕业的，不怕。知道你厉害，不过咱们账目没问题。半夜喊你来是想查账的。对公转账端口晚上都是关着的，不可能有。哎，这什么情况？海外账户和私人账户怎么汇过来这么多钱？能对上，不过电话还在响。电话铃声，真是天籁之音啊！厂长，还有源源不断的账号在给咱们打钱，不会出什么问题吧？我给董事长打个电话。怎么回事？半小时进账6亿。那我明白了。顾明主任上次说过，最近都在忙广义基建号下水的大事，突然有空给我打电话，肯定有重要的事情。顾明主任，有什么要紧事吗？哼，也没什么大事，就是鹰将国防部明天上午10点钟要召开新闻发布会。根据可靠部门统计，被巨龙钢铁炸死的鹰将大头兵已超过200人。如果黑市还继续向沙漠骆驼地区兜售巨龙的钢品，未来鹰将大头兵的伤亡还会猛增。他们发布会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总不能又制裁我们吧？还真被你小子猜中了。鹰将国防部现在要将巨龙钢铁列为特级制裁对象。特级制裁对象？什么意思啊？解释起来挺复杂的。这么说吧，只要和你们巨龙钢铁有关系的，不管是企业还是私人，都会遭受鹰将长臂管辖。切，太欺负人了吧！我钢管煤气都被你制裁，现在开始生产无人机，谁能想到被沙漠骆驼的天才们拿去改装成自杀无人机？我们昨天突然接了一大批订单，这没事吧？大订单没问题，你尽管生产，上头我来协调。即便上级碍于国际影响要限制巨龙钢铁，那也要等巨龙钢铁把手上的订单生产完再说。感谢领导支持，我们会调整生产策略。你自己把握好，不要踩红线。您放心，祖国让巨龙钢铁往东，巨龙钢铁绝不会朝西踏一步。对了，方便问你一句，工业大摸底进展咋样？有收获，但和我们想象中有些出入。龙夏持续3个月的工业大摸底，还真发现不少好东西，什么高性能冲压发动机、增程式混动技术，
短距离无线充电解决方案，但都属于民用技术，和军用要求的相差甚远。我们厂要造出了山猫农用车，您看咱们军队能用上吗？农用车，咱海军可用不上，但你那款龙鹰无人机，也许空军方面感兴趣。还有，你小子别光顾着卖货，月底大事儿可别忘了。您放心，广域寂静号海试嘛，我保证到位。董事长，顾主任怎么说？鹰将国防部又要制裁，提醒咱们多注意。啊，这会不会影响咱们生产啊？钢管肯定不会，龙鹰无人机说不准。我已经做好了龙鹰无人机被限制生产的准备。龙夏高层不怕鹰将国防部，但他们却怕其他小国误会。毕竟你一家民营钢铁厂都能支持小规模战争，以后真要有个什么争端，你还不派无人机把我们全炸了？马叔放心，500金身只要敢露出一点破绽，其他国家都会撕了鹰将。其他国家可以输很多次，但鹰将一次都不能输。我坚信龙夏作为当今世界的头号工业大国，重返神坛是迟早的事儿。一会儿在官网发个公告，禁止改装无人机和钢管，同时限制个人的购买量。我马上去办。随着七哥直播间曝光，越来越多个人买家下场，我可不敢保证这些家伙买回龙鹰无人机回家干什么，必须立刻发布免责声明，才能保证巨龙钢铁在无内忧的同时杜绝外患。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啦，小莹的直播间不知不觉竟然成了军火交易所。银河也是河，我宣布全宇宙都是龙夏的。楼上别意淫了，龙夏这么牛逼，航母左蓝所造出来了吗？不烧油的核动力航母有了吗？冷静啊，你们把走狗喷自闭了。据说下个月广域寂静号海试，有人已经收到邀请了。啊，这就海试了？这么说左蓝所技术真突破了？并不意外，咱们龙夏那么多科学家，可不是吃干饭的。只要能让小云收到邀请就好了，小云可以答应他任何事啊。陆董事长不忙啦？突然变成军火商，不忙才奇怪吧？赚得盆满钵满了吧？不聊这个，今晚9点记得关注鹰将国防部大新闻？什么情况？保持神秘，你到时候看看就知道了。东西做好了吗？给马厂长看看。小陆，这样乱来没事吧？乱来？我们是实事求是，画面和内容都是援引国际新闻的。要不要给顾主任他们发去审审？这视频总感觉有点儿……不用，就发个视频，还怕鹰将轰炸怎么不成？公告准备好，挂网上，等鹰将国防部新闻发布会开始，立刻发出去。骂咱们的都是什么成分？鹰将大头兵偷石油不是常规操作，反贼太蠢。记录好他们的电话，全部上报给秦川安全部门。是。马叔，下午陪我买几件衣服。我还是算了吧，老帮菜的眼光不行。我想想啊，实在不行自己去吧。我粉丝暴涨10万多。那要怎么感谢我？这话把我问住了，我随口一说啊。您想我怎么感谢啊？该不会是……陪我买衣服怎么样？啊？买衣服？陆董平时还缺衣服穿吗？不缺，月底有活动要参加，想正式点。陆董开口，小云还能拒绝吗？不过我想陪你逛逛街时开上直播怎么样？直播买衣服不合适吧？我直播主题都想好了，就叫亿万父母朴实无华的一天，绝对够吸睛，而且是流量爆炸的那种。行吧，明天下午见。耶！你小子挺厉害嘛，又被鹰将国防部制裁了，还整了个大活。周局，是他们欺负人，我也没办法，人家都在咱头顶拉屎撒尿，这还能忍？
不干他我枉称龙夏男儿。嘿嘿，年轻人有想法，您不怪我？怪你干什么？你可是咱们龙夏第一个敢点炮鹰将国防部的企业，跟你点赞还来不及呢。跟您说实话，我早想这么干了。要不是顾及咱龙夏乃礼仪之邦，飞龙起脸都是轻的。说正事儿，你们这次外宣策划谁搞的？市局宣传口想请他来指导工作。啊？市局宣传口可是正儿八经的实权部门，网络舆论监管和价值观引导都归他们负责，这合适吗？本来宣传口和你对接，但他们局长听说咱俩熟，就托我带个话。原来是这样。不过这次活动策划您最熟悉。我熟悉谁啊？都不会老马吧？您侄子周存，我们厂办宣传负责人。他还有这本事啊？我怎么不知道？您回头细问。好，我一定找时间亲自和您喝一杯。好，周几回见。这件怎么样？带花边的不太庄重。什么场合啊？预算多少？严肃且隆重的场合，预算吧，别太贵，最好不要超过100万。100万随便就拿了。陆董要参加什么活动？龙夏至高长老会宴？两位如果预算充足，可以看看我们盛世华服系列，全套只要53.8万。看上去还行，要不试试？可以。怎么样？好帅啊，陆董！总感觉还差点什么。啊，对了，皮鞋，您看这两双怎么样？黑色朴素大气，棕色低调奢华，用料都是一呆狼头层小牛皮。怎么样？黑色百搭，棕色亮眼，怎么选都行。不过要看您男朋友穿着习惯。男朋友？什么鬼？是朋友。黑色吧。我也觉得黑色好看。你觉得怎么样？帅气，是个女儿见了陆董都要流口水。我又不是唐僧肉，行吧，都包起来。优惠完46万，您看可以吗？前后购物不超过3分钟，我什么时候才能像陆胜伟一样多金？什么鬼？为什么得给我？存款10亿什么概念？妥妥的秦川第一富豪，即便直播月入100万，我也要连播100个月，8年不休息才能赚这么多。陆胜伟啊，好想咬他一口，太绝了！陆董，那今天就这样吧。我要回家躲被窝里哭。别急着走呀，还没给你买衣服呢。给我买衣服？辛苦你陪我逛街，不表示表示怎么行？这样不好吧？我花自己的钱，没什么不好的。毫无人性，不过我喜欢。感谢陆董配合，粉丝嘎嘎暴涨。是我该谢你才对。又是周文。你小子现在膨胀了，都和我打马虎眼。这话怎么说？您可是巨龙钢铁的救星，我糊弄谁也不敢糊弄您呢。睁着眼睛说瞎话。我问过周存，他说整活的主意是你出的。你说这事儿，我出主意，那不也要周存办得好吗？别给我们家周存戴高帽子。后天宣传口的培训，你必须参加。不行，后天有大事儿，大后天不行吗？就差1天时间。什么事能大过秦川市宣传部门的培训会啊？让组织活动的领导来跟我说。那我让海军研发部的顾主任给您打个电话。别往老子来了也不行。什么顾不顾主任的？哎，你说顾主任，海军装备采购研发部的顾明，顾主任。对啊，是他。不过你也说不行了嘛，我这就推了海军的活动。哎，千万别！你小子怎么搞不懂轻重缓急？海军活动肯定比咱市局活动重要。周局，那咱们可说好了，不是我不给您面子，而是您觉得海军活动更重要。你小子别贫啊，好好准备参加海军活动。您是航母舰载机生命线的奠基者，主任说了，必须隆重点。我自己过去就成，特意派专机，太折腾了。哎，您看还要准备什么吗？不用特意准备，洗漱用品和日常换洗衣服我们都准备好了。您稍等，我交代2句，咱们马上走。不着急的，你先忙。老王叔还没回来吗？那老小子魔怔了，半个月吃住在农业社。海军重大活动，我要出差几天。老马叔，你把工厂盯紧了。放心，我晓得。龙鹰无人机和钢管生产也要抓紧，这事儿宜早不宜晚。还有大型无人运输机那边，你也要盯着。逆风那边虽然没催，但咱们不能没半点反应。总工那边已经吃透设计图，正计划出设生产线呢，进度要再赶一赶。还有老王叔那头，你也帮忙照看一点。小陆，你放心，你离开这几天，我24小时驻守厂里。
叫陆董可算到了。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几位。钟老身体康泰，明天可是咱们海军的大日子。看看这小子会说话吧？领导好。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小陆，龙夏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您太客气了，我也是略尽绵薄之力。听说你小子为出席海事活动，特意制了身行头。这事儿您都知道。这一套行头看起来花了不少吧？您说笑了，我这不是重视吗？先不说这个，明天海事我要好好准备。听说这几天鹰教的小鸡号航母和绞盆机的出云号都在海事，那事靠谱吗？放心，绝对靠谱。威廉先生，恭喜贵公司的阻拦所又成功拿下订单。我们集团以出品高质量武器装备为美誉世界，这是经受过三角大楼检验的。旋转门不止你们会用。愚蠢的雷神集团，真以为我们只凭旋转门就能搞定国防部？我们向来以质量取胜，看过今天的测试，他们就会明白。天有鹰见，我必将一语最好，鹰者万岁，我们是自由的捍卫者。完了！将军，事故正在调查，我们无权抓捕任何一名守法公民。4架猛禽战斗机，小的只剩铁架子，21名船员死亡，17人重伤，7人下落不明。你说我不能抓他？将军，威廉先生是洛克东德牛丁集团副总裁，与三角大楼的领导们关系密切。现在！立刻，马上把这条船座抓过来！总裁，航母阻拦所当场断裂，这事儿您都知道了，现在怎么办？你说什么？我负全责？开什么玩笑？最初可是您计划找第三方采购的，我们之间的交易你心知肚明，收起您的小心思。威廉先生，我们现在应该自救。自救！一旦被三角大楼发现我们从龙夏采购阻拦所，转手10倍价格卖给海军，他们会杀光我全家。我们可以嫁祸给龙夏海军。说来听，就说航母阻拦所被龙夏海军间谍动了手脚，之后再添油加醋，您懂的。反龙夏可是咱们一致认同的。就这么办。您说的情况我不清楚，这张金卡也许您会喜欢。您的车停在楼下，这是钥匙。您想知道什么？听说小鸡号航母出事了，不知道您是否这张卡里面存着50万美金？如果您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海军最新一代猛禽战斗机的动力系统出了问题，致使阻拦所断裂。什么？新一代猛禽战斗机出问题了？不可能吧？据说雷神装备集团的研发费都要200亿美金。我们不讨论可能性，只说亲眼看到的事实。小鸡号航母明早会停靠在海军船坞修理，我想您该去那儿找寻答案。威廉先生，我的表现如何？表情太夸张，伸手要钱的样子还不够贪婪。为掩盖阻拦所问题，我们祸水东引，搅乱舆论，将事故归咎于猛禽战斗机自身问题，抹黑雷神公司。只要舆论燥起来，大家便会忽视我们的过错。小陆，这都几天了，鹰将和绞盆机那边还没动静吗？别急，让子弹飞一会儿。鹰将和绞盆机这2天什么消息都没有，不正说明有问题吗？这么说也是，最近2天鹰将和绞盆机确实消息不少。早点睡吧，您明天一早可要办大事儿。你也是，别仗着年轻吹海风，祖国需要你有个好身板。顾主任，天还没亮呢，活动提前了。你小子快过来吧，领导们都来了，那件事闹大了。鹰将那边有情况了，不止鹰将，绞盆机也出问题了。绞盆机？这事儿和绞盆机有什么关系？虽然还搞不清状况，但要去参谋部商量，肯定真出大事了。顾明，我问你，这批航母阻拦索到底有没有问题？领导，我以战士的荣誉向您保证，出了问题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广域寂静号海事不是演戏，真要出了问题，咱们这一屋子人都要上军事法庭。领导，
你就信我一次吧，巨龙航母阻拦索绝对没问题。陆世伟，你快给领导解释解释，卖给鹰将的阻拦索那事儿。什么情况？广域基金号航母指挥官也在。小陆同志，鹰将小金号核动力航母与绞盆机出云号准航母出事的消息，你知道吗？我操，战果这么大，怎么不得给我颁个奖章？抗英先锋、抗日英雄什么的。严肃点，领导还在呢。你意思这都是你的手笔？原本我只想着通过洛克东德牛丁公司坑鹰将一把，没想到绞盆机居然有门路从洛克东德牛丁公司弄到阻拦索。所以鹰将和绞盆机航母用的阻拦索也都是巨龙钢铁生产的。是，但巨龙钢铁卖给他们的钢索做过手脚，我可以证明。当时一是怕迪特走漏消息，二来我对坑鹰将航母也没什么信心，所以这一切都是你们俩搞出来的。是我的主意，顾主任拗不过我，也只能同意。你小子胆子挺大，万一不合格的阻拦索误用到咱们的航母上，出了问题你能负责吗？领导，真出了问题，您枪毙我都成。领导，是我没能提前告知情况，和陆世伟没有关系。为了最大程度避免问题发生，我决定推迟广域基金号海试，全面检查阻拦索性能。领导，我以小命保证，阻拦索绝不会出问题。真要有状况，您立刻枪毙我。领导，海试日期是早定好的，各方嘉宾都在场，阻拦索绝对不会有问题。我以战士的荣誉发誓，航母海试容不得一丁点疏忽。你们应该知道，推迟海试是最稳妥的做法。啊，钟老，您怎么来了？我在外面都听到了，这时候老头子再不来，我是真怕你冲动做出错误决定。推迟海试是稳妥的做法，但不是最适合的做法。巨龙阻拦索性能质量测试工作我也有参与，更何况小陆同志也说了，鹰将和绞盘机的阻拦索事故是他的手笔，你还怕什么？怕小陆坑害咱们海军吗？你小子当兵那会儿就一根筋，过于守城，缺乏冒险精神。这样吧，阻拦索真要出问题了，你也可以枪毙我。那怎么可以？您可是我们海军装备研发的定海神针。你小子还当我是定海神针？既然钟老坚持，这样吧，做好两手准备。顾明现在立刻通知消防兵，制定阻拦索断裂救援方案，其他人按原计划行动。今天上午9点如期海试，请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别那么紧张，巨龙钢铁的阻拦索不会出问题的，你们要多关注其他方面，不要顾此失彼。我去，绞盆机和鹰将的航母阻拦索都断了，这也太邪乎了吧！前后相差不到20小时，怎么搞的？邮报说是新一代猛禽战斗机的问题，但我看时报却写的阻拦索质量问题。讨厌！阻拦索当场抽死绞盆机万象和防务大臣，喜大普奔了，属实。天大喜讯，明天我得大吃一顿。这件事能实锤，简直离谱。最初我还以为是邮报整的娱乐新闻呢，没想到是灾难性事故。七哥，有内幕消息吗？绞盘机和鹰将同时出问题，这概率太小了。雷神公司指责洛克东德牛丁提供的阻拦索有问题，洛克东德牛丁咬死不承认，认为新一代猛禽战斗机设计有问题，超重还有动能设计超限。死不承认呗！鹰将三角大楼要真追查起来，他们俩吃不了兜着走。鹰将是伪装成国家的军工复合体，洛克东德牛丁和雷神能量大着呢，三角大楼不会轻易动他们。也不知道咱们的航母什么时候海试，祈祷一切顺利。放心吧，很快的。雷域大事要静气，别紧张。钟老说的是，大家打起精神，再最后检查一遍。嘉宾们已经进场了。是。陆先生，您怎么没穿正装？当时冲动买的，最后还是觉得这身工服合适。您这身工服一看就是务实派。你那身盛世华服呢？您老就别取笑我了，这身工服不也挺好的吗？年少多金最容易走上歪路，别嫌老头子唠叨。您老教育我是给足我面子，我感谢还来不及呢。出席这种场合的嘉宾大多是代表集体来的，现在这身工服就很合适。您教育的是。有兴趣加入海军研发部吗？加入海军研发部？我都26了，还能成吗？才20多岁，海军研发部许多半路出家的研究员快40才加入。小陆，你怎么还在这儿呢？你的位置靠近剑桥，跟我过来。顾明别慌。知道了，朱老。顾主任，咱龙夏核动力航母开造了吗？想要飞，至少学会跑吧。咱们现在才起步，别那么急。您意思是还没有？
难不成下一艘航母还是常规动力？赚钱，我必须赚更多钱，解锁人造太阳，加速龙夏核动力航母进程。中了，对不住，我暂时没办法加入海军。整理仪装，海试准备开始了。龙夏海军广域寂静号航空母舰首次海试开始，现在即准备起飞。龙夏百年，积贫积弱，列强轮番欺辱，山河破碎。现在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航母，自己的舰载机，自研的阻拦索。100年前的被迫自沉军港的屈辱一去不返。此日满回天下累，有功足壮海军威，先号16，世世之仇犹可报也。万一外族面对巨龙的咆哮，龙夏海军万岁！龙夏人民万岁！我们成了，我们成功了，小鹿，我们成功了，中了！你快看呀，阻拦索没问题，领导，阻拦索没问题。都消停点儿，后续还有战机降落呢。顾主任，我就说咱们的阻拦索没问题。关系怎乱？别说领导们进场，就是我都是提心吊胆。好，小鹿，这次辛苦你了。能为海军出力，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分。一会儿合影时，你站在指挥官身边，别忘了啊！是合适吗？这是钟老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对了，你今天这身衣服不错，小伙子，好样的！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顾主任，军报的同志问这事能发新闻吗？如果没有鹰将和绞盘机的事故，确实应该保密。但那2架航母都出了问题，咱们必须发新闻，让世界看到龙夏海军的力量。老马，你快看，那是咱陆董吗？哎，还真是。奇怪，陆董怎么穿着工服上镜？不过这样也好看，这下全国人民都知道咱们巨龙钢铁了。陆董事长旁边的老头是谁？看起来挺厉害的。什么老头？那是航母指挥官，龙夏建国以来首位航母指挥官。很厉害吗？这么说吧，放在古代，这人就是天下兵马副元帅，一人之下的存在。那也不是多厉害嘛，上头还有人。你还是去洗碗吧，和你说不明白。不想解释算了，碗你自己洗。哎，广域寂静号海试成功，当服一大败。大家别激动嘛，理性发言。这次虽说海试成功，但距离航母舰队形成战斗力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是啊，我们还有不少技术难题要攻克。稍重用的蒸汽轮机驱动航母总归用着不自在。相比这个，我更关心鹰将和绞盆机此刻的。鹰将航母起火技术天下第一，连带着儿子都学会了。立刻彻查小鸡号航母事故。相信公司，相信顾问，他们已经收集到足够多的雷神公司黑料，寄给报社。很快，公众的注意力就会被雷神公司丑闻吸引。雷神公司太蠢，非要和我们鱼死网破，不自量力。我代表海军向公众致歉。说，到底是谁让你采购的劣质阻拦索？这批钢索是从洛克东德牛丁公司购买的。事到如今还想隐瞒？洛克东德牛丁公司的阻拦索质量全球第一，你说是从他们那儿买的出问题了，我们怎么没查到证据？我全说，是因为洛克东德牛丁公司的阻拦索是从龙夏公司采购的。还想狡辩？堂堂洛克东德牛丁公司，蓝星最顶尖的武器装备商，他们需要从龙夏购买阻拦索？我没有说谎。科长，这头马路说什么也不肯开口，难不成另有隐情？勾结龙夏的叛徒能有什么隐情？再折磨3天还不开口的话，扔进狗窝。给他们40亿银奖币，堵住那伙秃鹫的嘴。我们出15亿，剩下的钱让雷神公司出。别以为他们能和这事脱干系。还有绞盘机方面，告诉外贸会社，三角大楼已经追查到我了，需要50亿银奖币平息事态。我立刻联系。这位是东南海军2号领导，那边2位正碰杯的是北海海军领导，一旁的是参谋。
出席酒会的至少都是领军人，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震动一方的大人物。你是小陆同志吧？我是陆胜伟，年轻有为，龙下有你这样的年轻人，我就放心喽。您太客气了，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位是张局座，海军装备专家，钟老是他学生。那可是海军名校啊！退休的老家伙了，龙下以后终究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呐，好好干吧。小陆啊，有没有兴趣跟着我一起干？钟老，您怎么挖我墙角呢？你小子倒是我带出来的。什么叫挖你墙角？钟老，加入海军后，我还能经营工厂吗？可以是可以，但肯定没太多自由。怎么不愿意？陆胜伟可不像是贪财之人，能让我一边经营工厂一边报效海军吗？你小子净想美事呢。为难的话就算了吧。钟老亲自带你，你还不乐意？我多赚些钱，以后捐一艘航母，不也是报效龙夏吗？你小子，哎呀，罢了。小陆，这次你可是让我们提心吊胆。昨晚参会的同志都收到了保密禁令，除了我们，不会再有其他人知道。金匠和脚盆机知道了，也不能拿我怎么样。我可不会踏出咱龙夏半步。话是这么说，但总归要防备不是？听钟老说，你拒绝邀请，没关系，在外面也能帮助我们嘛。多谢您体谅。请大家共同举杯，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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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陆，你可算是回来了，快去看看吧，老王都快疯了。老王说怎么了？还不是龙猫农用车的事儿。他不是在农业社待了小半年吗？发现农用车不少问题。都不是大问题，下午海军方面会派人来挂牌，咱们先把这事忙过再说。那行，我看看厂门口哪儿还合适挂牌子。老王说你这工作干得踏实。陆董，你可算回来了。龙猫农用车在乡下反响很好，就是还有点小问题，改进后肯定销量爆炸。咱们找个地儿，我给您好好汇报。别急，王叔，咱们有的是时间说。您当然不急了，人家老马手握钢管和无人机，生产线堪比一超级。您统揽大局，工作干得风生水起。我老王加入巨龙钢铁来，可是寸功未立呀。等下午海军挂牌过了，我好好和你说道说道。我就等您答应我喽。明天上午我把技术员们都叫来，咱们好好研究行吗？老王说你安排。海军会送来什么牌匾呢？根本没心思听老王唠叨。农用车的问题再难解决，不是还有系统拖地吗？董事长终于回来了，听说还得了块海军牌匾。什么牌匾？一等功臣之家？没那么离谱，但肯定是荣誉。董事长回来，马厂长就能歇着。到底是年纪大了，这才几天老了一截子。你小子可算是回来了，我都快被宣传局烦死了。我听说宣传局局长好像是个女的，周局欠人情了。别胡说啊，单纯同事间帮忙。过2天你安排时间，我带周存一起去。那咱们可说好了，可不要再改时间了。好的，周局。家人们，看看小云发现了什么？巨龙钢铁有情况。小姑娘去别处直播，这不准拍。大爷，我和你们陆董认识。你认识陆董？现在给他打个电话，我听听。白小姐怎么来了？恰巧路过，陆董，你们忙什么呢？稍等，可以拍，正面宣传吧。家人们坐好了，小云开始飙车啦！在左边点。好。太好了！好。陆董，海军给巨龙钢铁加挂的招牌有特殊意义吗？希望巨龙钢铁报效国家，支持海军国防。陆董现在厉害了，改天再来个专访。别，你知道我不喜欢面对镜头。上次咱们买的衣服是给航母海试典礼准备的。不过最后有点状况，只穿了皮鞋。陆董日后再发财，别忘了我啊。白小姐还缺钱吗？缺啊，再来个10万8万的都不满足。直播月入几10万，还缺钱？陆董不也是吗？年入几亿的大富豪，还不是努力工作，可劲儿赚钱。我赚钱有大用，我也有大用啊，咱嫁妆呢？白小姐说笑了。
去办公室坐坐。保密单位啊，我怕忍不住直播被抓走。白小姐见外了，觉得现在不方便的话，改天我们搞活动再请你来。那可说好了，下次见。叛徒龟田，你说的龙夏航母阻拦所供应商是不是叫做巨龙钢铁？说话，是不是巨龙钢铁？是巨龙钢铁。我手腕无神指派，负责采购出云号使用的航母阻拦索。这么说来，只要派遣特务混入巨龙钢铁，就能得到阻拦索技。没那么简单。巨龙钢铁是龙夏保密单位，龙夏军方肯定会安排警卫日夜巡查。这还不简单？我们招募专业间谍混进去不就行了？王厂长，挑重点说。龙猫农用车研发部经过长达183天下乡调研，发现我们的农机还存在这些大问题。龙猫农用车动力足，但农耕地附近几乎都是非铺装路面，极容易剐蹭底盘，导致农用车故障。龙猫农用车单排座位设置完全不能满足农民用车需求，前驱动力不能胜任某些爬坡场合。还有其他的吗？最后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龙猫农用车防锈期不合格。第一辆下乡的农机才经历了5、6场大雨，车厢钢架和底部横梁居然生锈了，车顶也出现了锈点。龙猫农用车走的都是泥地坡地，真要是因为锈蚀问题导致事故，我王子仲就是罪人。就这么6个问题？是的，我和团队私下商量过，以当前的技术水平，不是解决不了，而是成本太高。完全解决的话，成本至少增加2万。先别急，2周内我一定给你解决方案，确保成本我会大幅增加。前面几个都好解决，难就难在防锈期。董事长，我们也在联系，争取把价格压下来。尽快赚够100亿，兑换人造太阳技术，是我当前的首要任务。有事儿，我可最不擅长猜女孩心思，你说吧，只要不违法，厂里都能帮你解决。董事长，我有个学弟刚毕业，博士毕业，那可真好呀，直接安排他面试。本科也是铁栏桥的。啊？他犯的什么事儿？帮老板做假账，老板跑路了，责任都被他扛下了。能帮老板背账，是位勇士。这样吧，简历先给我，我去想办法。谢谢陆董。先别急着谢我，丑话说在前头。进厂后要先当库管，至少干满1年。还有事儿？董事长，咱们账上目前滞留了36亿现金，您看有特别安排吗？什么时候这么多了？最近几个月，巨龙钢管和龙鹰无人机销量大增，排产都到3个月以后，很多客户都是全额付定金。难怪呢，这么多现金，你有想法？董事长，如果按照我的想法，咱们可以搞资金拆借、融资租赁那一套。放高利贷？不是高利贷，但资金收益比银行存款利息高不少。这个让我想想，毕竟咱们是搞实体经营的，突然搞个新业务，必须慎重。那我先出去了。好。你小子搞大事情又不通知我，再有下次我可把你拉黑名单了。您说哪件事儿？装傻充愣，海军挂牌啊！要不是我家小周发视频，我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呢。这事儿是顾主任临时通知的，让我们低调来着。满嘴跑火车，低调你还搞直播？这个先不提，咱们培训安排在哪儿？我提前过去准备。还是锦川洲际酒店，上次你被抓的地方。消消气，我明天肯定好好讲。以后再有挂牌，一定提前通知局里。怎么说巨龙钢铁也是咱秦川本土企业，这么大的荣誉你也想藏着掖着？周局教育的事，是我年轻不懂事。什么年轻不懂事？分明是你装糊涂。哎呦，周局，您这话可太冤枉我了。我昨天才回来，屁股还没坐热呢，一大堆子事儿等着我处理。别说海军挂牌，就是火星撞蓝星我都没空关注。说起这个，我们巨龙钢铁新上线的龙猫农用车，你知道吧？能不能联系市农协帮忙？这款农用车皮实耐用，就是没什么名气，销量低迷。要帮忙又想起我了。哎呀，你小子典型的有奶便是娘。您这话严重了，我哪敢不叫您呀？少给我贫嘴。明天培训过了，农协那边我跟你联系。感谢周局，回头我们王厂长请您喝酒。
要请喝酒也是你小子，王自重不行。你怎么说都行，我来安排。联系一下市农协，看看他们旗下农机销量情况。局长，农机销售一直都是李家的生意。李家怎么了？龙夏实行的市场经济，巨龙钢铁造出了农用车，难不成不让人家卖？当然能卖，只是农协和李家旗下企业有协议的，我们不能硬性摊派。不是硬性摊派，是市局窗口指导性意见，让李家别误会。二少爷啊，农协的人来电话说，市工商局要推广新的农业车，您看这事儿怎么办？这事儿还用问我？农用车销售可是我李家商业帝国的一大板块，别说市工商局来，就是天王老子也休想插手。告诉农协，他们若敢答应市工商局的建议，我们李家每年的捐款可就没了。等一下，市局要推广哪家的产品？外省的还是本市的？本市的，之前给您说过，巨龙钢铁。巨龙钢铁不就是新晋的暴发户吗？他们董事长是不是个小白脸儿？叫什么陆什么？陆胜维。对，就是他。巨龙钢铁短短3年，从濒临破产盖到秦川20强，陆胜维被吹成秦川首席富豪，给李氏集团提鞋都不够格。警告一下巨龙钢铁，秦川农机市场不是什么阿猫阿狗能插手的。二少爷，董事长让我们不要招惹巨龙钢铁。人家都要在我们头顶拉屎撒尿了，这还能忍？不就是狐假虎威，传言他们有什么军工背景吗？看把你们吓的！这些年外人想插手秦川农机市场不知反起，区巨龙钢铁也想来分一杯羹，他配吗？提醒巨龙钢铁，眼睛放亮点。怎么，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二少爷说的对，是该教训他们，我立刻安排。王厂长，董事长都喝多了，您别再敬了。什么喝多了？小陆董酒量好着呢。老说改良农用车的事包在我身上，技术不行了咱们买，没专家了咱大价请扒。总之巨龙钢铁有钱。董事长，今天喝的差不多了，咱散了吧。什么差不多？喝！周存是行吗？那可是王厂长。什么行不行？出了问题我负责，快把王厂长弄走。别拉我，我没罪。好小子，我记住你了，周存是吧？小陆董怎么下次继续喝？你王叔酒量好着呢。董事长您休息，我就在门外，有事叫我。你也回去睡吧，我没事。您真没事？当然没事，你回去睡吧。航母海试时，顾明透露会加强管控，靠卖军火报复行不通了。龙猫农用车是弥补百亿缺口的关键。全时4驱技术不错，防锈期也是重点。白天才和陆董说要盘活资金，不能把钱全放在账上，结果刚才陆董突然就花了2000万。我看这出项目写的技术升级，那是好事啊，证明你们董事长会花钱了。什么我们董事长？你过2天来报道就该改口咱们董事长了，他人很好的。对，咱们董事长。刚夸陆总会花钱了，这不又支出2亿，项目还是技术升级。防锈10年，保持7次鲜量至少8年，兑换价格才2万，妥妥血赚。周存，我昨天没说什么混账话吧？您口风紧，就是一口一个小陆董，听得我们几个直打哆嗦。什么？小陆董？您说什么不喝就是不给我面子，什么董事长不懂事还不止了。您说董事长和您家儿子一样大，怎么也要叫您一声王叔。喝酒误事啊！
今日起戒酒，我要给董事长道歉。副厂别急啊，陆董说不准还没醒呢。那我站在门外为错误负罪受罚。您太较真了，忘了我也要道歉。我是副厂，必须起表率作用。董事长，老王叔来的正好，油漆和后续问题已经找到解决方案了。董事长，我昨晚太放肆了，您没喝多吧？昨晚，你抛家离乡这么久，难得释放一次，就是酒量确实出乎我预料。道歉的事不要再提，咱们现在去会议室研究一下新方案。Crusher 4轮驱动技术加上防锈10年的油漆涂料，解决方案简单高效。新技术方案确实4轮驱动，听上去就很厉害。防锈10年的油漆，我怎么没听？油漆厂技术设计高精尖化工前沿，怕不是陆董高价买来的吧？但真要操作功夫，怕是弄不出来。技术要点就是这些，大家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提问。董事长，这些解决方案不贵吧？一共也就2-3万，绝不会增加太多改造成本。董事长放心，我们不眠不休，保证3个月出成绩。要再弄不出个花来，我王自重就是蹦。别给团队太大压力，有什么问题尽量向厂里反馈。您的课件我准备好了，到时候您只管讲，我来放课件。内容我看了，做的挺好。这次培训你来讲。我来讲？怎么不自信？可是董事长您，我也没比你大几岁，你想说这话？何止没比我大几岁，你还小我好几岁呢。没有，您怎么说我怎么办？这2笔账单什么情况？马厂长画的还是王副厂长画的？董事长，这2笔支出是您昨晚画的，收款方看不到，但明细写的是技术经济费用。糟了，不会是昨晚醉酒的时候？这几张单据先放着，回头签好给你。系统这是怎么回事？兑换单位怎么从元变成万元了？检测到宿主拥有的现金余额增多，已自动升级系统商城兑换单位为万元。你他妈可真贴心！董事长，您找我。防锈油漆的事儿琢磨怎么样了？正准备找几个搞化工的专家帮看防锈漆配料，我需1个月搞定。化工专家？不用了，咱们自己招人。油漆配方一定要保密，不，列为厂里绝密内容。就个油漆，你怎么这么紧张啊？这可是售价2亿的防锈漆配方，换你说不定还不如我呢。龙猫农用车关乎厂子多元化发展，我必须盯着。您能牵头是我的荣幸。说实话，我早想让您主局，但又怕把您累着了。还有4轮驱动技术，最好挖一个技术团队过来。陆总好，你里边请。这谁家搞活动这么奢侈？陆董事长来了，我来给你介绍介绍这几位。这位长发美女是大局长，她身边的这位你们应该早认识了，那就是陆胜维。他怎么会在这培训？是去找来培训的，你感兴趣？冤家路窄，一会儿给我卸他一条腿。二少爷，这不好吧？切，看把你吓的，我就开个玩笑。如果他真要插手秦川农机市场，也不是不能打断他一条腿。老爷子已经提醒过他，不要跟着李泽武胡闹。二少爷放心，市农协我们已经打过招呼了，只要农协不给农机补贴，任他巨龙钢铁的产品再好也卖不出去。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诉诸武力，有时脑子比暴力更好用。二少爷输就输在脑子不行上，整天只知道打打杀杀。大家可以叫我周队，但是千万别叫我周老师，我可不敢为人师啊。周队，好帅！我就说你们家这小子行吧，一般般吧。和其他刚毕业的大学生比，已经很不错了。当然和您比还差一点。我可把他交给你了，千万别惯着他。周局放心，周存机灵着呢，都不用我特意交代。人家孩子知道避嫌。农用车的事儿，我已经跟市农协打过招呼，有点难。您说话都不好用。市农协大部分人都和李氏集团有点瓜葛，农协更是常年接受李氏集团捐赠。李氏集团会场对面搞宴会那对，就是他们。秦川市农机市场份额几乎被他们的产品吃完了。李氏集团为了套取农机销售补贴，以2万4每辆的价格销售给农民们性能极差的农用车。市工商局和交通局已经接到10多人因农用车质量问题导致翻车的事故，目前事故还在增加。工商局也联系过李氏集团，可他们一口咬定自己销售的农工车没问题，加上背后有团队公关，说工商局干扰企业正常经营，破坏秦川营商环境，即便咽不下这口气，也只能暂时忍了。市局的态度是全力支持，但也要确保企业间公平竞争。周局放心，我们肯定不会用下三滥手段。你们巨龙钢铁不用，但保不齐别人不用。您这话什么意思？李氏集团？哼，我可没说，是你自己说的。李氏集团会干扰我们农用车销售，他们真要敢乱来，就让他们知道巨龙钢铁有多硬。董事长，我讲的还行吧？
口才不错，讲的也很好。您过奖了，刚才还有几个女孩要您微信来着，您看啊，这事儿啊，你加上和他们聊就好。可怜我加了半天微信，结果人家女孩都要陆胜伟的联系方式，我人微言轻，人家压根不理我。周局侄子的身份还不够？董事长您恐怕还不知道，刚才加我的那群女孩，岂不都是局长的侄女，还有不少是局长的千金。像您这种年少多金又有涵养的富豪，才是他们追逐的对象。你就说自己是董事长秘书，2号领导，这身份地位不就上来了？可我不是啊，总不能骗人家吧？以前不是，现在是了。啊？你没开玩笑？你看我像开玩笑的人吗？明天去人事部办一下手续。这，董事长，我是不是进得太快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明天开始起，你盯着龙猫农用车升级项目。董事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约一下李氏集团销售总监，他们最近做得太过，该敲打敲打了。局长，您不是说这是神仙打架吗？咱们作弊上官，怎么突然要下场？谁让咱沾亲带故呢？别看陆董年纪小，打出的牌我不接还不行。既然已经入局，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吧。李氏集团的销售总监可是硬茬，不见得会给咱们面子。这次可由不得他们，他们是硬茬，咱们也不是好惹的。还有农县那帮人也要敲打敲打。李氏集团给他们捐款，怕得罪他们，咱们也是他们主管之一，就不怕惹恼我吗？有您这话，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不就招聘4名化工专业毕业生吗？这几千份简历是怎么回事？董事长，这都是已经挑过的，最低学历211硕士，而且本科和硕士专业不一致的咱都没要。我和马厂长选了一下午，这3列200个毕业生的简历都不错。你们看着选吧，机灵点的学历最好控制在硕士，博士有点高，咱们用不着。陆总最近还忙吗？我过2天路过金川，想拜访您。只要王总有时间，您随时来，我都在。那可说好了，后天下午我专程拜访。您来的正好，我们刚改造好农用车生产线，正好让您指导指导。农用车我可不大懂，但陆总都开口了，我一定给看看。告诉白小莹，后天下午密封速运的王总来巨龙钢铁考察，我需要他做一次直播专访，还有市台目击者和周局都给叫上。龙猫农用车想要走出秦川，声势必须先造起来。你小子在陆董手下好好干，别辜负了陆董栽培。叔叔放心，我事事都会想在陆董前面。手勤腿勤嘴勤，对其他工友们也客气点。我和其他同事关系好着呢，绝不会给您丢脸。不是给我争脸，是给你自己谋个前途。叔叔这局长也不能当一辈子，周家年轻一代也就周村有点出息，等我退休，没准还要靠周村帮着照顾。顾禅和白小莹你要招呼好，他们俩一个代表市电视台，一个代表自媒体，影响都不弱。白小姐，明天王总来访，你能来报道吗？盛情应约。穆小姐有没有时间呢？我就不了，市电视台有别的安排。陆董、白小莹答应来，穆顾禅拒绝了。白小姐来就行，市电视台不奢望。董事长，我挖到一个乘用车技术团队，不过对方开价太高。要多少？他们团队有40-50人，最低月薪不低于7万5。老王叔，你知不知道咱们厂正式工现在最低的月薪？哎，不清楚。初级工平均薪资都在7万6，最低月薪7万2，他们才要7万5，不高。你说什么？工友们最低月薪都7万2了？龙猫农车团队的底薪应该更高的，那所以你觉得那团队合适，全给咱们挖过来。还有明天逆风速运的王家伟来，你负责推销龙猫农车，行吗？还是让周存来吧，那小子口才好点啊。陆董搞得太隆重了。粉丝们，王家伟来了。王总好久不见，咱们边走边说啊。不用登记吗？您和助理的信息我们已经登记过了，至于其他人留在会客厅喝茶。好的。陆董管得很好嘛，比不上王总的1000亿运输集团。这是我们最新产品龙猫农用车，30升汽油能跑400公里，拉人拉货2不误。这不就是给我们公司量身打造的吗？王总说对了，龙猫农用车特别适合小件货运。如果这小车真合适送货，我们可以考虑订上几千辆试试。王总要订几千辆？我们先订上5000辆试试效果。如果这农用小车真适合跑快递，我们再追加。王总爽快，咱们会议室说话。我这就安排人去办。其实这次来主要是看看大型商用无人运输机的开发进度，顺便打听点事儿。此刻才是图穷匕现的时候。马厂长，
介绍一下咱们大型商用无人机的研发进度。按照目前的进度，最多再有半年，大型无人机便能试产试飞。这配方是我们公司自己研发的，它航线问题没解决，即便造出来也没用。陆董的研发团队效率很高，确实出乎王某意料。王总真金白银投入，我们总不好让您失望。陆董，这倒是实在话，只可惜现在即便大型无人运输机研发成功，我们暂时也不能大量采购。几个意思？你玩我？就给我看这个，这话怎么说？难不成王总有难处？陆董，您应该知道，我们从贵公司采购了一大批龙鹰无人机用来送货。是有这么回事？难不成龙鹰无人机质量有问题？龙鹰无人机质量极高，只是我们申请在3座城市开通无人机运输航线，遇到点状况。上头不给批？也没说不给批，就是审批过程太慢。8个月前我们上报申请，可到现在还没回信。我哪还猜不到王家为此行的目的？我找关系试试。有您这句话，我就满足了。毕竟不给航线，咱们2家都受损失。顾主任，有个事儿想请您帮忙。小陆董怎么想起我来了？只要不违反原则都能办。也不是我的事儿，是合作企业逆风速运想在国内几个城市开通无人机运输航线，您看行吗？你的事儿我可以帮，逆风速运就算了。别啊，您帮了他们就等于帮了。那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您想想，我们巨龙钢铁发达了，造的东西质量不就能更好吗？对您和单位而言都有好处。话是这么说，你小子没打着我们的旗号招摇吧？我们可是守法经营，绝不会给挂牌单位抹黑。你是要借此敲打逆风速运？看在你面子上，1周之内解决。另外告诉逆风速运，赚钱可以。逆风速运肯定响应上头号召，我下个月就普调底薪。陆董，方便介绍这位领导给我认识吗？怎么说，人家也帮我们这么大一个忙。我可以介绍，但领导不一定喜欢。您看，那就算了，烦劳您从中传话。龙猫农用车升级完成后，我再和您联系。陆董客气了，我会亲自登门取车。白小姐，麻烦把今天的直播内容删了。好嘞，陆董，方便透露下您和王总谈的什么吗？双方企业参加合聚，明天发新闻你就知道了。陆董，再有好事还找小莹哦。还指着你帮我们宣传呢，怎么可能忘了呢？多找几个主播转发一下咱们接待逆风速运王总的报道，声势一定要造起来。一堆垃圾组合，防锈期都不合格，还想和李家竞争？二少爷眼光独到，巨龙钢铁的农货车压根就是废铁。听说周文那废物想给巨龙钢铁帮忙，有这回事吗？昨天来找过集团销售总监，说什么提倡双方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哼，就他们那种垃圾货也配合我们竞争？销售总监什么也没答应，只说希望巨龙钢铁能守法经营。说得好，不过巨龙钢铁既然不识抬举，也该给他们点教训。王科科长，特意招你们进来是要研究新型涂料，长时间防锈、明亮的油漆，专用于农用车的。别以为这事儿简单，你们先看看配方说明。有难度。董事长，您配方说明都有了，我们只需要寻找原料调和，没什么难度。调制完成后还牵扯烤漆检验，不过2个月时间也够了。这件事交给你们了，2个月内搞成，奖励10万。10万奖金，还他妈美人，这就是巨龙钢铁的实力。董事长放心，我们4个就是累死也要在2个月内完成任务。别激动，只要搞出防锈期，你们4个立即转正。真的，董事长，我们马上开始研究。老王说，别让他们太累。董事长，闹事的人已经确定，李氏集团招来的小混混。李氏集团，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当我们巨龙钢铁是泥捏的。既然你们听不懂大乘佛法，老僧也懂些许拳脚。董事长，您说怎么办吧？怎么办？巨龙钢铁工友们随身携带自家钢管，没什么问题吧？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办。照着腿打，腿最抗揍。主管，咱们这么搞没事吧？人家都骑在咱们头顶来了，你小子还问有没有事儿？直接上！董事长都说了，打坏了包赔，反正找事儿的都是地痞流氓。巨龙钢铁的兄弟，我们也是拿钱办事儿，放下手中钢管，好好说嘛。说你个头！都给我上！
妈呀的！你这么做不合规矩，就不怕有人管吗？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休想把你们救走！巨龙钢铁的大爷们，求求你们把我当个屁放了吧！现在知道怕了？前几天不是挺能的吗？求你们放了我吧，我已经报警了。难不成我们才是坏人？你说什么？我马上过去。董事长，出什么事了？咱们的工友快把流氓打死了！你先去开车，咱们立刻下乡。什么意思？把流氓打死了？别发愣，快走！兄弟们，董事长来了，大家别怕，跟他们干！千万不要激动，流氓也是人。我是巨龙钢铁厂董事长陆胜伟，今天都是误会。陆董，你可算来了，趁10台卫生机前，先让咱们工友把人放了，绑树上那3个都快断气。胡闹！把人给我放了！先把人放了，回头再找机会收拾他们。滚吧！给您添麻烦了。队长放心，不会有下次。说说你们，真是的。董事长是他们欺负人，我们只是自卫反击。我说的是这个吗？自卫反击可以，但把人绑树上是怎么回事？要绑也绑在店里，该教训教训，狠狠揍一顿，不行了揍2揍。但是有一条要记住，绝不能给巡查叔叔们添麻烦，都知道了吗？董事长放心，我们绝不会给您添麻烦。行了，滚蛋吧，去找厂里财务，每人领2万奖金。有啊！罗总，听说李氏集团的流氓去你那儿闹事了。周局也听说了，消息传得够快。没事吧？我刚听巡警局局长说的，李氏集团的流氓可不好对付。您放心，巨龙钢铁干仗可没输过。这个我知道，不过你也要小心。李氏集团的下三滥手段不止这么点儿。深以为然。李氏集团嘴上说着公平竞争，背地里恐怕准备了不少下作手段。老王说，让咱们在外面乡下的工友们先回来，等龙猫能源车升级款出厂后再去。董事长，好不容易与农业社建立的关系，就这么断了。李氏集团是疯狗，但咱们不是。他们想靠农机补贴取胜，但咱们要用正、用质量说话。我相信巨龙钢铁不会暴力抗法。主播收钱了啦！什么团队都会有害群之马。李氏集团什么成分，大家还不知道。地头蛇大战过江龙，不知道巨龙钢铁能不能扛住。二少爷已经按照您吩咐招募了一批水军造谣。不是造谣，而是陈述事实。是陈述事实。网上现在声讨巨龙钢铁的网友有很多。我要让巨龙钢铁身败名裂，让陆胜伟跪着来求我放过巨龙钢铁。收集李氏集团黑料，准备组织集中爆料。集中爆料不是零散反击，而是攒够弹药一次性引爆。你用水军，我真亮用正面反击。董事长，我已经联系好了6家媒体，准备集中爆料。先放一放，等龙猫农用车升级完成后再爆料。大蛇不死，反受其害。我要的是一击毙命。线上国营水军造谣，线下找流氓打砸。如果你不姓李，我现在都会打断你的腿。哥，巨龙钢铁太欺负人了，明知道农机销售是咱们李家的生意，非要还差一杠子。闭嘴！还有脸叫我哥？我怎么有你这么蠢的弟弟？李氏集团内部谣传，则文不文，则武不武。李则武看似勇武，实则进取破例不足。我虽看似儒雅，但论心狠手辣，却远超包弟。父亲老了，李氏集团以后要靠咱俩兄弟撑着。秦川多少恶狼都把咱们当肥肉。哥，正因为如此，我才要回击巨龙钢铁的挑衅。愚蠢！巨龙钢铁是谁？是整个秦川上层支持的新型企业，背后更可能有我们无法窥探的背景。你惹他们，简直找死！可总不能真让他们插手农机市场吧？造谣和武力不是最佳选择，是农协站在我们这边，巨龙钢铁翻不起浪花来。放心，只要他们敢放出新产品，我会打得他们满地找牙。阿弟，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辛苦了，给你放个假，好好休息。李泽文，你以为你是谁？敢对我指手画脚？
你真把自己当老头子了？想支开我独揽大权，你休想！能防锈多长时间？防锈时长至少10年起步，而且防腐蚀。检测机构怎么说？我们分别送检了龙夏4大检测机构，防锈数值超出国标10倍不止，耐腐蚀经久崭新。老王叔，你这下可以放心休息了。还是等喷漆完成，其他工序调试后再休息吧。底盘和动力调教，周存会盯着。老王叔，你放心，你好好休息。卢董，龙猫农用车改进款首批市场已经下线，定价方面您看？既然定位是农用车，还是按照最初的来吧，提质不加价。您意思还是定价2万？不会亏本吧？亏本不存在的，真不亏？算是吧。之前已经卖出去的几百辆龙猫农用车也可以免费升级，绝不能让消费者吃亏。喷漆倒好解决，可是车辆动力驱动布局要改很难。把卖出去的农用车全部收回来，换新不就行了？问问巨龙钢铁在搞什么？消息都放过去，怎么不见下一步动作？电话一直打不通，不管是陆董还是马厂长和副厂长们。唉，难不成巨龙钢铁出事了？安排车，现在去巨龙钢铁。巨龙钢铁还能有什么事儿？我也弄不清状况，但巨龙钢铁高层包括办公室的电话都打不通，这情况极不寻常。可自家侄儿的电话居然也打不通，那孩子平时再忙也不会无视自己的电话，所以巨龙钢铁肯定出事了。退后，通报你的姓名，并出示证件。我们是秦川工商局的，想继续找陆董。任何人未经允许，禁止靠近巨龙钢铁厂。冒昧的问一句，要经过哪个部门允许才能进场？无可奉告。你们涉嫌窃取军事机密，现在禁止离开。我们俩就在巨龙钢铁厂门前转一圈就犯法了。你是陆胜伟啊？报告领导，我是巨龙钢铁法人陆胜伟。西部战区陈光，他们都爱叫我老陈。领导客气了，您叫我小陆就行。门外抓到2个形迹可疑人员，叫什么周文、黄良，说是秦川工商局的。带他们进来。2位坐，我要和小陆谈点事儿，你们也好做个见证。小陆啊，你知道巨龙钢管和龙鹰无人机在外面干什么用吗？之前通过工商组局拿过一批钢管，说实话质量还不错，完全能达到军用标准。我们没讲军用，是外人自己瞎搞的。歪打正着，我恰恰说明巨龙钢管的军工品质吗？领导说笑了，我们可是民企。小陆啊，这2样东西你应该很熟吧？我说不认识，您信吗？年轻人就是幽默。您想我们怎么做？放松点儿，我不是来找麻烦的。年轻人就是机灵，这2样东西能跟我拼一块儿用吗？可以。您意思是要沙漠骆驼那种玩法？无人机下面挂载火箭炮？小陆领会意图，具体工作实施不就是你们几个负责吗？领导，那我们俩没事吧？原来不放他们走是因为需要配合。你们俩不是工商局吗？我下面要说的是需要你们配合，当然前提是保密。西部战区最近在研发一款新式单兵武器，弥补单兵火力不足的问题。我这么说，你们应该明白什么意思吧？您是说巨龙钢管里面装龙鹰无人机，替代单兵火箭筒？一点就通，不愧是半年救活巨龙钢铁的天才啊！您的具体想法呢？我的想法简单，把无人机塞进钢管里当炮弹打出去，难度不大，半年时间就搞好。火力一定要足，咱们西部战区火力最弱。我也是看到国外冲突用到你们的无人机，这才想起来找你们研发一款新的武器。领导放心，我们半年内肯定完成研发。你们好好搞，需要西部战区方面支持了，尽管开口。对了，定金怎么算？领导说笑了，巨龙钢管和龙鹰无人机原本就有生产线，不需要额外研发投入，定金免了。先打500万定金过来，研发完后咱们算总账，这样可以吧？您太客气了，能为陆军出力是我们的荣幸。我想委托巨龙钢铁打造一批平战两用的冷兵器。急吗？很急，最好1周内给我大体思路。您留下一位同志负责联络，我保证1周内搞定您需要的装备。任务已经明确，大家有什么想法？陆董，这事儿和我们关系不大吧？关系不大，但也需要周局多支持，毕竟是特殊任务。这些我代表工商局全力支持，突击检查短期内也不会再来。这件事我亲自抓，老王说你盯紧龙猫农用车营销。咱们改2款农用车还没上线，市农协那边都把补助批下来了，每辆补贴1500块。各大媒体都联系上，
咱们也搞个新车发布会。咱们是农用车，这样搞合适吗？没人搞过，咱们刚好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老王叔叮嘱龙猫农用车的生产质量，我和周存负责营销宣传。我已经联系好了几位车圈朋友，宣传咱们新车，也别搞得特别夸张，正常宣传就行。最好找几个知名主播来个新车测评。我已经联系过区长和虎哥，以及新进的什么连大人，加上七哥和白小莹几人，宣传氛围绝对拉满。散会。咱们搞钢厂转型时，我瞎琢磨的，你看看合适吗？这太合适了！关刀和狼牙棒是龙夏传统兵器，多功能铁锹设计很独特，完全符合西部战区需求。既然马叔也觉得合适，那就不多讨论，立刻排产。钢管和煤气瓶生产线先停下，给这3件装备让路，3天内至少生产1万件出来。时间有点紧，我立刻安排。大家辛苦点，补贴跟上，暂时可等着装备用。现在需要一批特殊装备，设计方案已经分发到你们手里了。3天内要生产出1万件。调整生产线至少都要1天，2天各生产1万件。就算是我们不休息，机器总要停工检修吧？甲方是谁？甲方是谁不重要，突击生产3天，所有参与生产的工友每天1000块加班费。如果有不愿意的，现在可以代表车间退出，我马全林不拦。3号车间表个态，哪个兄弟车间吃不消，我们完全可以代他们生产，不过加班费也要给我们。老刘，你烧香没事，1天2000加班费，你也不怕我自己累死？都是手足同胞，我也想帮大家分担分担。算盘珠子都快打我脸上了，还分担？你们班组的怎么不给我分担？任务怎么分配我不管，但绝不能耽搁生产任务。马厂长放心，我们心里有数。就是加班费能不能再多点？别蹬鼻子上脸，时间紧迫，开始干活。您开个价，多少钱都行。不是钱的问题，我是从专业角度出发。100万怎么样？只需要您在我们召开新车发布会后搞3期评测。100万？你们的车有问题啊？我们的车没问题，已经拿到国家新车销售许可和工信部备案，只是没什么名气。农业车测评倒是新鲜。这样吧，你先把定金付了，我好好研究研究怎么测评效果更好。是你的诚意打动了我。农业曾是龙夏根基，现在虽是工业社会，但农用车对农民很重要。巨龙钢铁农用车找你搞测评？如果真是巨龙钢铁，我分文不收。分文不收？什么意思？你要为我们免费帮忙？哼，陆董事长帮过我，这次全当感谢他。陆董为人仗义，即便你们熟识，这20万宣传费也请收下。恩人的钱我绝不会收。你就别推辞了。七哥，阿丁我怎么没听过呢？阿丁专注于军事解说，他的粉丝极多，就是不容易恰到饭。看看合不合适与你们合作。我要问问陆董意思，稍后给您回信。这次不成，咱们下次也可以合作嘛。您说军请阿丁，军事圈挺有名的，拉让他扩大宣传。好嘞。改进款定价2万，性能款咱们卖多少？性能款定位于荒野娱乐，主打越野功能。感觉和绞盆机的吉姆尼定位有点像。吉姆尼是高价低配的垃圾性能车，咱们龙猫农用车可不会这么搞。性能款定位是大号越野玩具，80.68万售价，也不能太贵。80.68万，这价格太低了吧？薄利多销，也不能总想一口吃成大胖子。报告领导，刚收到巨龙钢铁打来的电话，他们已经完成3件装备生产，询问是否要运输。这才4天时间，装备图样都没发给咱们看就搞完了。领导，这是装备照片。好，让运输机立刻飞抵秦川，明天一早我要看到这些东西。是。陆董事长，领导说了，日后巨龙钢铁若是遇上什么麻烦，您可以用红色座机拨打这个电话。王厂长，部长公司下午就到，3天时间完成发布会布景。根据陆董安排，各大媒体已经开始宣传造势。发布会临近，检查好各项宣发措施，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快看，落猫农动车真漂亮！真漂亮！